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岁末年终有什么样子的惊喜、好运、祝福要给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呢？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张牌哦。我们的第一张牌是 Patience， 耐心哦。好，这一组的朋友啊，宇宙给我们了一个非常棒的讯息哦，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觉得还看不到结果，或者是说你很容易习惯性的去否定自己，在别人还没有否定你之前，就因为一些焦虑去否定你自己，或者是说你现在在准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考试，在寻找人生的一个方向，或者说在职涯的转换期，在感情的一个抉择期，你就想要告诉你说有的时候啊，你的前方可能会出现浓雾，这个雾啊，当这个水汽凝结成雾，会让你的视线变得模糊不清。但是呢，你可以在这个模糊不清的时刻，你可以去停下来想一想，不要急躁。有的时候别人推给你一件事情，或者是说朋友请求你帮助，你也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不要像过去一样满口答应，或者是说很习惯性的去承接一些过多的责任在自己身上。有的时候可能在这样子急躁忙碌的一个过程，很快速下决定的过程，可能会让你做出一些后悔的决定。所以呢，宇宙想要告诉你，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哦，然后也要给自己一些时间，然后要给自己这种沉淀的耐心。你不要因为压力，因为人情，好，因为各种原因，因为你的焦虑而去屈服。你们最终要选择的，不论是人事物，都要是你真心喜欢的。还有的时候，当你看不到未来方向的时候啊，宇宙其实也在指引你跟提醒你，你的想象力可能会爆发，就是你的直觉会被激发。有的时候在这样子沉淀，然后安静，甚至什么事都不做的一段时间，在这个等待期、蛰伏期，在这个孵化期哦，你们其实可以去发展一些新的领域、新的选项。你们曾经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断崖，你们曾经经历过这样子的低谷，曾经经历过一些未来不明朗的这种时期。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安静，保持静止，不要很急躁的去前进。你们可以稍作等待，也许眼前的事情眼前的人事物是会变化的，可能当下的职场环境让你有一些不舒服，但有机会去变化人事物的调动，或者是你本身有这个调动，或者说新的选择的一个机会。所以保持耐性，真相保持耐心，你的这个真相，周遭事情的真相会逐渐的浮现，浓雾会散去。你们要内心的去等待，最终呢，内心的这个梦想，你最渴望的那件事情会被实现。好，有些朋友可能在过去一段时间，你们在学习，或者说有一些撞墙期，你觉得想要去做一些改变，但又不清楚要往哪一个方向去改变，或者说你曾经尝试过了，但是你觉得当下那个结果还不是你要的，那该怎么办呢？宇宙给你最好的讯息就是等待。你等待之后呢，适合你的道路会浮现，属于你的这个伟大的航程航道会浮现。好，现在这个阻碍啊，让你觉得超出了你的情绪情感负荷，也许这个就是一个你需要去转弯的一个提示。因缘际会，你会去看见，你会去发现，你会接触到你真正喜欢的人事物。有的时候这个等待是让你下定决心去离开，因为你经历了你不喜欢的那个过程，你接下来就可以展翅高飞，去飞向一个令你更加舒服喜欢的那个环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是有收获的，虽然在这个等待过程你会有一些内心可能会有一些
焦虑或是不舒服，但是这个没有关系，它只是一个过程哦。面对当下的这个环境，孤单、无奈，或是觉得很心累，这些东西就像浓雾一样，最终会散去。在等待的过程中，会看见你们的能量被打磨得更加沉稳，更加精致，你们更懂得去思考，更懂得去计划，或者说你更能够去下一些对自己有利的判断。有的时候你需要往前冲，有时候需要停下来，有的时候需要顺水推舟，有的时候需要就是安静的不说话，各种的可能，各种的选项都在你们的眼前会开展。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只白鹤，它身后是一轮满月，所以你们跟月亮的连接非常非常的强。这个满月呢，也可以帮你们进行能量的清理跟净化。好，你的下一张牌 Fulfillment， 这张牌呢是圆满哦。经历过了等待，其实接下来宇宙想要告诉你，你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惊喜奇迹要出现了，就像这个满载的桃树一样。桃树呢早早开花，所以它象征着春天跟生命重生的象征，它象征着幸福、财富，还有荣誉、荣耀、长寿，它有非常多好的一个意象在这棵桃树身上，所以圆满即将呈现在你们眼前，你们眼前展开的神圣的风景就是非常的美好，非常的丰盛。经历过耐心的等待，经历过一些低谷以及黑暗的时期，你们会发现接下来的风景是完全不同。你们过去可能在处理或者说面对一些你不是这么喜欢的情况，然后你觉得很讨厌的一个状况，但是接下来你们要走路的是一个身心灵疗愈，然后是宇宙为你去预备的一个道路。过去走过的那一段路都是你的一个积累，你的一个资源，都会成为你下一段生命过程中的一个养分。所以新的能量已经苏醒了，这个是一个很圆满守护着你的能量场哦。大家可以感觉到，好，在接下来现在到年底的这一段时光哦，在身体、在心理以及在你的意识上，在你的人际互动上，你可以很容易的去找到幸福，你可以全心全意的去爱，或者说珍惜你身边的一个人，你们也能够感受到爱。过去你生命中那一些伤害你、拖住你的能量，他们已经不再能够影响你。接下来你的生活将会充满快乐的人，还有你想去的地方，你想经历的事情。这个圆满啊，告诉大家你不再需要把别人的需要、别人的要求、别人的时间、别人的事情放在你自己的需求之前，你们可以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主。还有如果有一些朋友你有健康上的一个议题啊，或者说你过去身体上有一些疼痛，这一个成熟的桃子也象征着健康的恢复，以及你们接下来的生活会过得更加的优雅，更加的轻松。这个圆满的能量啊，提醒大家要用一个比较高的视角来看待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处境。还有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又出现了一轮满月，所以其实当浓雾退去之后，真的你会有一个很惊喜、很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有些朋友，这个桃子它也象征着生育。有些朋友，如果你在期待新生命的一个到来，或者说你在期待你建立的一个新的事业体，在期待一个什么样子，就好像你自己亲手开创亲手完成的一个作品，在期待这样子的东西产生的话，启动一个新项目，或者期待一个新的关系，这种新生命、新的有机体的能量进入到你的生命中，这张牌它是一个很好的讯息，你会有一些成就完成达成，它是能够去惊艳你以及惊艳你周遭的人。看见接下来在这个满月的前后，你们的身心状况
都变得更加的圆满。这个圆满是不急躁，不会去跟别人攀比，你真的就是不需要去多说什么，因为你本身的心态是很平和的。不管外界的声音，我看见你们的心变得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笃定。你会去顿悟到属于你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属于你的生活的真谛是什么。所以这一组的朋友，这个是接下来宇宙要给你们的一个提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月亮的讯息哦，来自月亮的讯息。好，我们看到这张牌是勇气哦，雪月。这张牌无疑的告诉大家，你们会充满勇气的向前走。有些朋友，你可能在进行某一场战斗，或者说在这个战斗中你进行了一半还没有结果，但是宇宙要告诉你，不要灰心，或者说不要放弃，不要太早的觉得自己会输。相反的，宇宙看到你内在保留的能量比你想象出来的还要多。那这一张勇气牌啊，我看见接下来你们在面对一些不公平、不公义，或者是说一些欺压、一些需要去争取权利的时候，你们会勇敢的去争取，你们也不会抗拒去改变。你们拒绝让步，因为过去你可能经历了一些屈服让步的时刻，你以为这样忍气吞声事情会比较好，事实上结果并没有比较好。因此我看见你们有勇气去抗争，去说你应该说的话，去争取你的权益。虽然过程有一点痛苦，可是这个结果会是好的，你们会持续的前进，持续的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同时这个勇气它也代表了处于一个周期的结束，以及新的周期的开端哦。你们有勇气去走向新的周期，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有勇气去往前走的。有些人他可能会眷恋过去的美好，过去的感情，或是过去的一个掌声，他不愿意向前，他就是停留，他的生命停滞不前。可是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愿意去释放，你内心可能也有一个声音，有个讯息告诉你，有些东西真的应该要放手了，甚至是放弃对某一个情况的一个掌控。这张牌是雪月，雪月发生在月全食哦。这个时候呢，地球大气层的光啊，会将月球照亮，让月亮看起来就像深红色一样，就很像是血的颜色。有些人看见这个血会觉得有一些恐惧，但其实血呢，它是生命力的来源。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不管你们面对的这个情况啊，或者说你要去做这件事情，你要做转换，你要说的话，让你有多少恐惧，你们都会有勇气继续前行。当你往前走之后，机会之门就在你前面为你敞开，而且往前走，说放下过去的这个勇气，其实是为了你好。大家必须要去做一些断舍离，改变即将来临，你们会有勇气去处理一些过去没有办法处理的阴影。有些事情真的是到了一个时候要做了结，要做结束，接下来才可以去迎接新的机会跟新的能量。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到哇，我们的下一张牌好漂亮哦！下一张牌是月光花，放手一搏。好，当大家有勇气转动生命之轮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哦。也就是说，我们前面经过耐心的等待蛰伏，经历过这个低谷浓雾时期，我们充满了勇气往前走。然后这个是属于你们的高光时刻，你们会以一个很独特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闪耀，你们会连接到更多的人，你们所建立的这个事业发展这个体系，或内心期待的这个幸福，它会逐渐的成型。我看到你们会往前走，会采取行动，而且你的心是非常正向积极的，你会去感恩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然后也因为有这个勇气啊，你往前走，你就会去迎来很多的机会。
你会去向世界表明你真实的身份，真实的去感受你的能量是被守护着的。过去的那一种负重前行的感觉，到月光花放手一搏的这一张牌已经完全的被释放了，就是你往前走的时候不会觉得脚步很艰难，相反的你是非常轻松非常有自信的往前走，去施展你的能力，去实现你的梦想，以及去显化你真心所想要去达成的事情。有些朋友我看见你们可能是在追寻一个完全的真正的自由的一个状态，它不单单只是财富自由，它还包含了时间的自由跟心灵的丰盛。你们在这样子往前走的过程中，会去放下一些你没有办法去掌控的事情，会去离开一些困住你的事情，你的能量会得到一个完全的开展，完全的舒张。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牌。我们的下一张牌出现了彩虹的能量哦，月亮的阴暗面，神秘。我们这边还出现了金字塔。好，这一张牌呢，它是一个提醒的讯息哦。前面说过嘛，真相会慢慢的浮现，也就是说啊，月亮的阴暗面有一些神秘的地方。我觉得这一组朋友，你可能慢慢的会去察觉什么？你过去可能很想要明白说，这个人对我到底是不是真心的？他说的话究竟可不可以相信？或者是说，这个老板给我的一个承诺，或者说我在这个领域的继续的发展，是不是有机会？或者是某一些人究竟他是可以相信的，还是他其实会在背后去捅你一刀？因为有时候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些人可能正在计划着什么，或者说在策划着什么，甚至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有些贵人他其实是默默的帮助你，默默的帮你清除障碍的。所以宇宙要来保护你去看见一些神秘的阴暗面。有时候当你模模糊糊，当你不是这么清楚的时候，当你还对这个状况没有很好的一个掌握，或是你没有办法去看清究竟当下的这个跟你进对应退的周遭的这些人事物，到底他们最终的心态是怎么样，以你的这个眼前的这个感受你可能看不清楚，但是宇宙知道未来的一个答案，宇宙会给你一个提点，就是说宇宙会给你一个答案，在这个试题在考试的这个试卷上，你们可以提前预知一些答案，因此你就可以运用你已经知道的以及宇宙给你这些提点，去排除一些不良的人事物，你可以去避开一些陷阱，你去离开黑暗。有些事情宇宙告诉你，你们是有选择的，你要信任宇宙，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月亮的阴暗面看起来超级神秘，由于这个月球转动，我们没有办法从地球看到月亮的另外一面，这样子的神秘的一个状态啊，宇宙会透过彩虹去给你指引，去给你指点，就是你会发现你需要的资讯，你需要的帮助，你需要的资源，会有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时候贵人会出现。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两句话，帮你解决了难题，提供你当下很重要的一些帮助，让你少走了一些弯路。所以你回过头来去看，你当下可能不知道这个是很珍贵的讯息，可是你回过头来去看，你会发现你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幸运的，你其实是被宇宙的这个彩虹的能量高高的托住，以及被保护着。你们有这种保护的光环的能量帮助你前行，就像这个 VIP 的通道，可以直接的通到你想去的目的地。好，再来看一下月亮回忆过去。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了一扇粉红色美丽的门，这个门连接的这个通道连接着你的过去跟现在哦。好，你未来刚刚说过，你未来有彩虹之光在保护你，你未来是顺畅的，是通行无阻的。那你的过去，无论你过去经历了什么，
无论过去别人是怎么样子评价你，无论过去你的经济状况是怎么样，宇宙说不要因为过去的阴暗来影响你哦。好，也许过去在童年有人说你不够好，或者是说你曾经经历过一些不好，说人际上的不好的一些回忆，或者说你过去经历过财务的一个困难，捉襟见肘的一个状况。可是接下来你们的讯息，这里新的讯息是你很棒，你现在很棒，你会拥有足够的金钱能量去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事情哦。过去的事情它存在，但是它不会影响到你的现在以及你的未来，特别是那些负面的不好的记忆，它就在这一扇门之后。紧接着大家要做的事情是清理，去看见真相，过去的一切会成为你前进的一个跳板。好，当阴暗的回忆浮现的时候啊，慢慢的你的心中会有其他的思考方式，就是有爱的思考方式，不好的回忆会用快乐的回忆取代，甚至当你去有了更多的经历之后，你能够去理解，甚至你能够去同情、宽容当下那些人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情，你已经不再纠结，不再难过了。还有宇宙想要告诉大家说，你们的未来可能在一瞬间改变。也许有些朋友你可能就是订了机票，要给自己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或者是说你和身边的某一个人坠入爱河，就是一瞬间的决定，让你放下所有的计划，生活会向你抛来各种惊喜，你可以决定如何回应它。这一组的牌有很强的这个冒险的能量，或许就是等待一个讯号，你们可能内心已经很想要走，或者说很想要去做一件事情，很想要把一件事情完结，就是在等这个讯号哦。所以所有的牌卡的能量都在鼓励大家去面对你内心的选择，因为宇宙给你的惊喜，给你的大礼包就是你会有这样畅行无阻的通道，你会得到讯号，无论是面对爱情、工作或是人际关系，都去请大家去信任自己的直觉，即使那个未来有些不确定，或者说你可能会需要一些冒险，都没有关系，因为请大家相信直觉，你可以去看完全不同的风景。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有一段度假的时光，随心所欲，不必去担心，不必去烦恼，放下所有的烦恼，你们会有一段非常快乐的过程，甚至会有一种满意的幸福，想说这么快乐真的可以吗？这么快乐真的属于我的吗？这样子的幸福让你一开始可能会有一些怀疑，但是接下来就会紧紧的抓住，因为这个就是你一直以来所期待的、所渴望的一个事情，渴望的一个讯息。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好，我们这张牌是 Kindred Spirit， 志趣相同，与你气味相同，同频的灵魂要出现。然后大家看一下，这边也有彩虹的意象，在彩虹下有两个很漂亮的灵魂在这里交融相会哦。在这个月亮回忆啊，过去这张牌也有两个相融的这个灵魂哦。其实这两张牌的讯息想要告诉大家说，无论你过去是一段友情或者说一段爱情的一个关系，也许你们曾经经历过美好，经历过甜蜜，但是这个友情或者说这段爱情或者说这个人际关系，这样子的一个旧人，他也在这个过程中伤害了你，或者说疏离了你，或者是远离了你。但是接下来就要给你的讯息就是你们会遇到一个无条件跟你连结同频的灵魂，就是你跟某一个旧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感情关系，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连结哦，可能曾经好过，但后来疏离了，后来阻碍了，后来没有办法说话了，但这个过去已经放在月亮的回忆中，放在过去了。接下来你会去迎接一段新的关系，你会去遇到拥抱你、尊重你，并且愿意一起跟你编织梦想的人。
这个人啊，他在地球的轮回以及这个过去的记忆中，你们曾经相遇过，你们曾经经历过，你们曾经在某一世是朋友，是夫妻，或者你们是事业上的好伙伴，你们会再一次的相遇，再一次的学习，再一次的成长跟进化。我们来到这一世啊，你们是要去经历一场亲密的连结、亲密的关系，你要去反映你内心最真实的爱。所以我看到有人他会去滋养你，会去连接你，他会去帮助你，他的这个神圣的能量会来跟你调和。如果你是阴性能量比较多的人，他会用阳性的能量来温暖你；如果你是阳性能量比较多的人，他会用阴性能量来滋补你。所以你们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状态，你们会有一个真实的连接。也就是说，不管是在灵魂层次的连接，或是在实体 3D 的世界中，你们都会有连接。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只有这个网络上的讯息、网络上的安慰，你们会真真切切的在现实生活中拥抱彼此。我也看见了这一个同频的灵魂啊，它不仅反映了你内心的爱，它也是你的老师，也是你的导师，也是你的引路人。它在许多方面都拓展了你的想法、你的意识。有些朋友，我觉得你生命中已经遇到了这一个人了，你可以通过这段关系获得了新的成长，获得了新的滋养，获得了新的智慧，甚至你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的一些磨合、一些协调，你都会因为遭遇这样子的阻碍，你会去寻求，你会去看见，你会去了解风暴为何而来。当你去跨越之后，你们的关系会更进一步。还有这一张牌啊，志趣相同的灵魂，它不单单只代表了一个人，它很可能代表的是一个灵魂的家族。你灵魂家族的伙伴，他希望你过得好，你可以感受到灵魂家族的伙伴给你无条件的爱跟支持。在这样子的支持当中，你可以有自信、勇敢，而且很清楚的去表达你的真心话。你们遇到灵魂家族的伙伴，不仅在关系中受到了滋养，受到了保护、包容，同时在你的财富上，在你的阶层上，你们都有一个破圈的一个发展，你们会上升到新的一个层次，你会收到很多新的机会，去迎来很大的一个丰收。有些朋友可能是你有多元的收入的管道，或者是有人给你介绍了什么样子好的机会，去引荐，去帮助你。有些朋友可能是你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事业，就突然了红红火火，爆红爆火。你付出的努力跟以前差不多，但是因为受到灵魂家族的一些提点跟帮助，你会收获完全不同指数级的一个成长。有些朋友可能是在投资的领域，或是在你的一些想法、一些规划上，因为一个转念，或者说因为一个启发，因为一个缘分，因为一场相遇，有人去指引你，有人去给你这样子的资源，给你这样子的方向，你会收获，你会显化实实在在的金钱财富在你的一个能量中、能量场中。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要保持开放跟柔软的心。你们会经历一场不受时间改变的爱，这份爱会陪你一起流转春夏秋冬，去走过生命中每一个季节。它会深深刻画在你的灵魂当中，它会深深写进你的一个剧本中。它是你生命中很精彩的养分以及故事。你会去感恩跟这个灵魂家族的能量的这个磁场的一个交换。你们的连结是诚实的，是信任的，就是说你们是互相帮助、互相帮衬的。你提供你美好的一部分，你也提供了你的资源、你的帮助，去成就另外一个人，而对方也来圆满你。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能量，非常好的一个关系以及看见。有些朋友看见在这个灵魂家族的陪伴下，你会有一些新的，就是以前没有做过的管道，你们可能是运用新的技能、新的专业，或者说新的科技，更快速的去达成、产生以及碰撞，去落实你想要的一个结果。好，
You are a gift。这张牌非常非常的美哦。好，宇宙想要告诉你们，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是独一无二的礼物，你们身上散发着很特殊的一个光芒，你永远是由自己内心的力量所指引哦。前面你们遇到这个双生火焰，你们遇到这个灵魂伴侣，彼此在灵性上会有所提点，会有所经营，会有所成长，会有所不同的发展。在下一个阶段，我觉得你们的自我形象已经达到另外一个层次的提升，就是你过去对自己是怎么样子的认知，在上一个阶段，你会对于自己的身材、外貌、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自己所处的这个状态，以及那个人际关系、人际网络，你会很喜欢、很满意。有些朋友，我看到你们过去啊，可能情绪波动比较强烈，或者你常常因为人际关系的这个处理，让你就是在某些情况过得比较艰难，就是人与人的互动、感情上的互动，让你比较辛苦，让你比较艰难。接下来我看见你们会朝着你的心的方向前进，你的心，你的真心，因此你会去隔绝、阻断一些声音，或者是说自然的就被宇宙屏蔽掉。过去会影响你的已经不再会影响你了。你们朝着你自己的心前进，来到了一个很华丽的古老的大门前，然后这边有一些闪烁的光芒在指引着大家，就是你们其实内心啊有一颗古老的灵魂，你朝着你的内心方向前进。你内心的指南针并不是恐惧，并不是害怕，而是爱。也就是说，你做事情的这个驱动力不是我害怕我不够好，我害怕我要被淘汰，我才要去准备这个考试，去完成这个工作，而是你真心的想要去做，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做。我觉得你们已经渐渐的深刻理解到宇宙的智慧，你知道整个宇宙是互相连结的，你能够随时的去打开丰盛的开关。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魅力、你们的激情、你们的生命力都在被开展，都在被打开。你们可以去展现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它是一个很开展、很耀眼的一个能量哦。尤其有些朋友，你们在身材上，或者说在你这个自我形象管理上，会更加的被大家看见，也就是你变得更加精致了。有些朋友你可能会去给自己焕然一新的一个打扮，或是有些朋友你在身材上你可以去除掉一些你不想要的脂肪。我看见在这个身体啊，你对待自己的身体的方式是你满意的，或者说你在经营你的这个健康，在经营你的身心灵的这个关系啊，你跟你自己相处的这个过程中，你是感到满意的，所有的灵魂暗夜都已经过去了，你能够完完全全的接纳你自己，而且你的独一无二是能够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的。刚刚说过，你的魅力指数大爆发，单身的朋友啊，你们不仅可以期待同频的灵魂，期待这个双生火焰来到你们的生命中。有时候你这个魅力大爆发也会吸引到其他的很多人，甚至能够去满足你的虚荣心。可能你对于对方没有那么的感兴趣，可是因为对方的这个奉承，对方的对你好，对方的付出，你其实也感受到有这样子的虚荣心，然后以及你会觉得在很多事情上都变得非常的方便，因为有人帮助你，有人喜爱你，有人给你方便，有人给你资源，你是这样子的魅力四射，你们是独特的礼物。你们的这个个性，或者说你们这个感性，你们的这个创造力，正在一个很大的空间去茁壮，去产生。你们的才华会显现，无论你选择的是一个幕僚的工作、幕后的工作，或者是说你选择起身领导，
不论是哪一种，你都会以自己平和的步伐前进。你身上的这个魔法，你身上的这个魔力，会去实现你一直以来想要去看见的这个价值。在生命中会有很多的选择，每一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可是你的选择，你的行为可以去体现你认同、认可的那个价值观，同时这个价值观也会去影响到其他的很多人，因为我看见你们可以进行良好的一个沟通。你在沟通的过程中，其实你的感染力、你的想法、你的发言就传递了出去，能够去影响其他的很多人。你们是一个美的生活家，你们会很会经营生活，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把生活过得很美，或者说把你所居住的地方，把你的小日子过得非常的优雅，非常的美丽。你们在困境中也不会去急于选择。它回应了第一张牌，你们能够去享受过渡时期、等待时期的那个美丽。你不会被某个人、某件事或是过往的步伐所困住，因为即使你们经历过浓雾、迷茫、过去以及恐惧，内心的恐惧，最终你都会找到回家的路，因为你们就是独一无二的一份礼物，你们是在这个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一个存在，所以宇宙想要告诉你，尽情展现魅力的时刻到了，会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能量来帮助你，甚至你们会吸引到好多人，好多的粉丝，或是很多人想要去帮助你去实现你的这个价值观，或是有些朋友觉得在爱情上你会吸引蛮多的这个桃花，不管是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但是他们都愿意去为你释出善意，或者愿意为你去做一些事情哦，你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特殊的待遇。在舞台正中央的时候，无论你说什么，无论你做什么，或者说你下了什么决定，他们都会为你鼓掌，为你叫好，就因为是你从你口中说出来的，因为是你下的决定，这样子无条件的去被你的魅力所获魅或者说吸引。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 Hidden Portal。好，这个隐藏的路口，替代的路径，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或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牌哦，非常的疗愈，非常的翠绿，在这样子翠绿的群山环绕中，有一湖很清凉的湖水在眼前，走着走着好像没有路了。当你往前看，也许你会觉得前面有阻碍，但是当你往上看，会发现原来有新的道路，有新的光芒，有新的选择跟新的选项哦。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啊，可能你过去做了一些投资，做一些选择选项，就是很复杂，或者说很杂乱，你理不清头绪，或者说你在这个感情跟这个个人的事业中抉择，也有朋友可能你面临了一些这种远距离的一个难题，你会就一直看到这个距离是阻碍，事实上你就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你们生命中这个过程走的一个过程哦，你们会看见隐藏的路口，没有看到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哦。好，你可能会发现你遇到的这个人同频的灵魂，或者说你们已经遇见的这个灵魂伴侣，它会给你带来很强烈的感受，因此就像打开了你的一扇窗户一样，你去做了不一样的选择，或者有些朋友你们经历的是这个回忆中过去的一个逆缘，或者说它是来成长你、成就你，它是来让你去经历原来这样子的人事物，这样子的经历，这样子的感情是不适合你的。可能你一开始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这样，或者说一开始给自己设定的感情对象是这样，可是当你深入相处之后，才发现有些人是在一起是真的是能够感受到爱情，有些人只是搭伙过日子，你不想要就这样子度过余生，而
这个隐藏的路口已经为你打开。过去你可能看不见，或者说过去它可能不存在，无论如何在抽到牌的这个当下，会有新的选项出现在你的生活中。你们可以走出别人的期待，去走一条新的路，特别的路，而且你们可以随时调整你对每一个情况的看法。过去做错决定就错了，没有关系，或者说过去你看事情的角度，或是你固执的一个看法，也许你现在发现你需要去调整，都没有关系。在大地的深处隐藏着一扇光明的门，这个门它是神秘的、古老的，被传说，被一些过去它可能被很多的植物啊、藤蔓所遮住，可是因为你的到来，这个神秘的路口它要被打开了。你们可能会去走一条自己不是那么熟悉的路，或者是说你内心就是有一个召唤，有一个声音让你去做一个转变，你去走一条路，这个路其他人没有走过，或是对其他人来说也许那不是一条路。你看它在这个天空上嘛，你可能要长翅膀飞上去，可是你们有翅膀，所以你们可以走这一条独特的路，其他人没有办法走，它是属于你独特的一个机会。而且很特别的是，这个讯息是这个路口它是隐藏的，别人经过的时候看不见，只有你经过的时候，只有你抬头的时候，这个路口才会被打开。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当下处于困境，你觉得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请你去调整一下你的视角。宇宙想要告诉你当下的一个状况，或者你遇到的问题，都有4种以上的解决方法，有4种以上的这个可行的道路。这个棋局不是死局，大家不要灰心。当你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呢，你会去看见除了这个十字路口的道路之外，其他隐藏的道路，你会转换角度去看在眼前的情况，宇宙会给你这个独特的路口。你过去对于你人生的道路，或者说爱情、对于事业、对于感情、对于周围路径的一个理解，可能是根据你过去的经历、剧本、故事所建立的。可是呢，透过不一样的思维，你会去跳脱熟悉的、舒服，或者说别人走过的、被规划的路，你会去迎来一个全新的篇章。它就是一个新的机会、新的选择、新的立场，它是一个新的未知，来自你内在的能量，来自你内在的精神。其实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放下恐惧，放下不安，放下控制，在发现新事物的过程中，它也许会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不是这么安全，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是必要的，因为你们正在开创属于你自己别人没有走过的人生道路。你们会开始去打破很多的思维，打破很多的限制。比如说你对于你财富的限制，你觉得说我可能就是按照我现在的薪水，我就是到一生可能就是赚这样子的钱，你要去打破这样子的限制。富有是天赋，快乐是人权，所以你们不用过去好像被陷在一个老鼠笼中，一日复一日的去做你不想要做的事情。你会开始打破自我设限的思维，你的行动将会有你内在的灵魂的渴望来指引。不论你前进的是快速或是缓慢，你终究会前进，终究会走到一个正确的地方。我看见这组的朋友，你学会去信任你内心的指引，同时你们身边呢也会有贵人的迹象，有人物的支持。前面就有提过嘛，你们有这个趣味相同的灵魂来帮助你。此外还有你的贵人，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去帮助你一把，去推动你，去给你指引，给你那个开关。他们是来成就你，他们是来让你的经历更加的精彩。所以呢，有哪一些路是你很想走的，或是你当下的这个困局困境，大家可以去打开眼睛看一看，其实隐藏的路口就已经在你的眼前了。
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 The Go-Getter 这张牌呢，无疑是告诉大家胜券在握，志在必得，因为你们的脉轮已经打开了，你们所有隐藏在体内的能量已经被激发出来了。你们接下来这个能量是充满自信的，而且是非常有竞争能力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去跟别人竞争，但是就是你存在在这个市场上，婚姻市场，或者说职涯的市场，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能量场，你们站出来就是非常独一无二的，非常的令人惊艳的。比如说你去这个联谊的场合，或者说你去派对的场合，大家很容易就看见你，被你吸引，或者你们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洞察力，可以很容易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你过去在家庭中是属于比较帮衬型的，或者说比较听从别人的这种角色的话，接下来会有一个翻转，就是你说的话，你的地位大幅的提升，你受到重视。有的时候你们反而会有一点点霸道嘛，因为前面说过，你们的魅力四射，很多人吸引你，很多人被你吸引，很多人给你方便，因此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反而会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这种能量感，就是有一种气场感、闪耀感，你会很觉得说，这些东西你会很习惯别人对你的服务、或者说礼物、帮助、服侍，你会很习以为常，因为真的是太多了，自然而然的就来到你生命中。你们充满了智慧，你们充满了行动力，你们充满了能量，你已经甩开过去可能跟你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那一些人，你们的能量是大幅度的跳跃，大幅度的一个升级你过去的研究，过去的积累会产出一个很惊人的一个成果，你会被看见，你会发光，你会闪耀。有些朋友，如果你过去在经营副业，这个副业也会有飞跃性的一个成长，很好的成绩。或者有些朋友，如果你在做某一种抉择，某一种就是你希望能够去兼顾两方都是你觉得很重要的，比如说职业、家庭，或者你想要在很多的角色中，多元角色中做得好，你们有这样子的能力，而且我看见你们在影响力提升或者说影响力扩散的时期你们内心有一个很善良的心，就是你们的领导或者说你们说的话，你们下的决定不单单是出于自己，也是希望周遭的人好。也许你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你想说我有这样无私，我有这样大方吗？其实是有的。不知不觉中你所做的决定就已经让其他人能够吃得好、睡得好，得到快乐、圆满跟满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就是运来的时候就会变得很顺，甚至是超出自己的期待。你可能觉得你的付出、你的努力只能得到10分，可是你最终的收获，因为那个运势，因为那个时间点，你会收获10倍、100倍甚至1000倍的一个回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最后的祝福跟总结的一个牌卡。第一张是金钱能量流。好，这一张牌想要告诉大家，你们的能量的频率，或者说能量的这个校准已经跟丰盛对齐了，你们达到一个万事俱足的状态，不单单只是有形的这个金钱，还包含各种资源、各种关系、各种贵人的一个助攻，这种支持的能量就是你的富裕不单单只是实际的这个数钱数到手软之外，还有你心灵上是安宁的，你心灵上是放松的。这个钱不是你赚的很辛苦，你需要去提心吊胆，需要去做很多谋略规划，是这个会轻松的流到你生命中。同时大家有看到能量的流动，就代表说其实你们生命中的这个能量是顺畅的，还有你的现金流是顺畅的。有些朋友就是有些人他是属于那种有很多资产，可是他的现金流是不足的，可
是这一组的朋友们不是，就是你需要用钱的时候是有的，就有的。你想要去实现梦想是有那个钱的。好，你要得到帮助，你要得到资源，也就是都会来临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内在组成啊，你的意识啊，你的身体的这个知觉啊，自然而然的就会吸引善缘，会吸引这个金钱的能量，想要来到你的生命中，去帮助你，去跟你停留在同一个能量场中。好，过去的一些就是阻碍你的负面的信念啊，已经被移除了。比如说，你过去可能要认为我一定要很辛苦努力才会有收获，或者说我就是运气不好啊，做那么多事情也得不到好结果，我好像总是差这样临门一脚。过去种下这些负面的信念啊，都会被移除。你会发现，你要得到的这一切是很轻松自然的，可以显化在你的生命中。你在意识层面中对于金钱的信念，将决定你如何去启动这个财富的能量流。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这个财富的开关已经被打开了。你的内心想什么，就会在外在世界中去投射出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你的这个金钱能量流不是非常辛苦才能够赚到金钱的，并不是一条困难重重的路，而是有非常多的资源会来帮助你。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流动，大家看到这个大海，无论是大海或是太阳的光芒，这个能量啊，都是无穷无尽的，都是充满生命力的。你们可以看到，你跟金光是融合在一起，你跟这个太阳的光芒是融合在一起的。你们的能量是充满金光的一个宝库，就是你的这个财富的能量，就像被太阳照耀一样，是可以非常丰盛、非常轻松的去引领这一些金钱宝宝来到你的生命中。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是宇宙之声哦。这张牌的出现啊，代表你们真的是不断的在超越自己，你们在沟通力跟表达力不断的在提升。这张牌宇宙之声啊，它代表的是喉轮，不论你们传递的讯息是用文字，是用声音，或者说影像等等的，我看到的是你能够去传达真正能够感动人心的这个声音，这个预言或是这个想法你本身就是一个震动的频率。你说话时候的声音啊，它是独一无二的，就是你的这个思想意念以及你说话这个振动频率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所留下来的这个思想意念，你所写出来的文字都会在别人的心中回荡不已。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如果你们的工作啊是这种唱歌表达自己，或者是教书，或者需要去组织发言，呈现出什么样子的作品表达，去跟别人沟通的话呢，其实你们接下来可以运用你的创造力跟你的表达沟通去改变你的命运。你们说出来的话是真实的话语，就是这样真实的话语能够去感动别人，能够去影响别人，能够充满力量的去实践你想要做的事情。无论你们是透过表演、音乐、文字、绘画或是其他方面，你们的声音、思想、意念，我看见正在快速的被传播。也许有些朋友你们是在做自媒体的，或者说也许有些朋友你今天产出的这个作品是会被很多人看见的。你产出的东西，你的发言，你不需要特别的去争取，因为它自然而然就会深入人心。甚至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可以比较轻松、比较佛系的心态去面对，你会发现你这个东西出去之后，你的声音出去之后，你的提案出去之后，或者说你的请求传递之后，你的这个需求去
告知之后，接下来你们就可以去等待很好的一个回收。你会被放在一个显而易见的位置，你会被很多人看见，你会迎来你的王位，你会迎来你的宝座，你会站在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去展现你的一个才能，就是说你会得到你应有的地位、财富跟你的金钱能量哦。好，很多的积累，它会是有形的一个数字，比如说你的粉丝数的积累，你的金钱的这个加薪啊，或者说你额外的奖金，或者是说，有多少人去追随你，多少人去认同你，就是这个是实实在在会体现的。会在你眼前展开的宇宙之声这一张牌的能量，告诉大家说，你们传递出去的声音，你们创造出来的东西，或者说你做的这样子的一个职业职涯体系，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其实你会拥有属于你的一个追随者。他会默默的想要去听从你、跟随你、跟帮助你，他会默默的去信赖你、跟信任你，去打造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品牌跟价值。而且你们会感受到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能量，就是你们是被尊敬的，你们是被特别礼遇的，你们是被开路的，然后你说的话被看见，你说的话被大家尊重，你所付出的，你所经营的，还有你的这个产出啊，你的付出都是会被放在一个很珍贵以及很大家会很礼遇的一个位置上。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所有的一个大礼包的能量讯息。我觉得第一组的能量讯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哦，有这个血月，我们还有出现了2次的彩虹。大家要相信，隐藏的路口其实就在你们的眼前，你们的生活是有非常多的弹性跟可能性，只要你愿意去看见，它就会出现。所以不要被某一个困局、某一个人所困住了。好，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2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的年终大礼包，在岁末年终呢，会有什么样子的总结、惊喜以及好运要给大家哦。好，首先呢，我们来对应一下第2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状态哦。你们的第一张牌是 hesitation， 犹豫。因为紧张或是不确定而产生的一个犹豫感哦。好，这一组的朋友感觉上过去可能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是以年为单位去计算的，你们会常常有一种比较自我怀疑跟自我贬低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会自我怀疑跟自我贬低呢？这个是因为你身边有人在旁边碎嘴，你身边有人在去讲一些你的坏话，或者是说他让你以为你自己不够好，所以有些朋友你们会有这种不自信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呢，我还看到有一些人你们在待人处事上，其实你们是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但是呢，因为帮助别人可能还给自己造成了一些麻烦，就有可能你对他好，他反过来咬你一口，他反过来要的更多，就是他反过来想要去吞噬你等等的一个状况。或者是有些人他就是一直踩在你的底线上，让你一直觉得他到底要不要翻脸，然后要不要去跟他说，就是内心有这样子的犹豫。还有一些朋友看见你们的本性其实是被压抑了很久，你的本性应该是怎么样，但是这个你所处的社会规则环境告诉你说你可能不能够直接的去说，或者是说你不能够去跟人家争，或者说在某些方面要更圆滑一点。看起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你们是被这种状况困扰的，就是
在职场上啊，有些你以为的好朋友，后来你才发现，原来这个人好像是双面人，会在外面说一些你的八卦，或者是说把你告诉他的事情再说出去。那有些朋友真的因为这样子的闲言碎语的状况，以至于你必须要去紧张的预防各种人扯出来的一些麻烦，或者是说在一些利益纠葛的这种状况，你不知道要相信谁。所以我看见其实有好长一段时间，你们真的是被这个人祸所困扰，让你可能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哦。你不知道谁可以真的信任，或者说谁是会在背后这种跟你来阴的。还有一些朋友看到你们是在感情上，可能你本来就是谈得顺利的，或者说你本来有一个工作机会，但是被某一个人从中作梗，可能他在你的这个另外一半前面去讲了一些你的坏话，或者是说他就是用各种手段让你跟你的另外一半疏离，或者是说你本来有一个好的工作机会，别人就是要把这个工作机会给你，但是他从中作梗，有一个人从中作梗，让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或者说让你跟这个好运擦身而过，而你不知道你曾经有这样子的机会，就是被他搓掉了。那一个想要给你机会的贵人，他也以为是你没有意愿去接受这件事情，看起来就是有一些阴错阳差，让你的人生某一方面是停滞的，某一方面是就是停止，没有办法朝你的目标前进。其实你们身上是有很多的才华，所以这两个人啊，看起来对，应该是不止一个。看起来他们是有一点在嫉妒你，他怕你起来之后，你抓住这个机会，你跟这个伴侣在一起之后，你的状态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他们有一点羡慕你、嫉妒你，因此要去打压你，要去否定你，甚至就是像刚刚说的，会讲一些话让你自我怀疑哦。好，接下来第二张牌是冲突哦。这个冲突啊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你自己内心给自己的征战，内心给自己的一个冲突，给自己这种两种不同的声音。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比较多数的朋友是你身处在一个比较有压力的环境，不管是家庭关系或者是说职场环境，你会有一种提心吊胆，好像什么样子的战争一触即发，也许表面上风平浪静，可是大家在暗地里较劲，或者说这种明争暗斗的感觉。所以呢，感觉上你们处在的那样子的环境状态是有一些压力的。有些朋友你自己内心啊，可能也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冲突哦。你看第一张牌是2，第二张牌是30，所以有些朋友可能真的这样子的冲突状况是有以年为单位2年以上，或是有些朋友你的这个状况是年复一年，好不容易结束，然后新的一轮的这种冲突，或者说征战，或者说令你困扰的事情，负面的事情，它又会再来。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中，大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维护，所以没有所谓的公平正义。即使你是对的，他们可能也会为了要去保护自己的人，保护他的面子，或者说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就是泼脏水在你身上，甚至他会去跟你讲一些话，让你信以为真，让你以为是自己做的不够好。所以这种情况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不明白，究竟这个世界上有谁可以相信有谁可以让你去真心的托付。那我也看见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这一组的朋友，其实你们
还是很努力的在前进，很努力的在前行。我们看一下下一张牌哦，看不断的在努力的生活，以及不断的在探索，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自我成长。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你们并没有选择躺平，而是选择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充实，不断的去看有什么样子的机会。也许别人感觉你就是很低调，或者说感觉你没有什么在前进，其实我看到你们内在已经有各种的想法，或者说各种的一个累积哦。你们知道真正的幸福，或者说你真正想要追求的，不是那种互相竞争、互相嫉妒，或者说用一些诋毁的手段跟其他人交流，而是你想要真正的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即使你们在低谷的时候，你们还是努力的去寻找一个方法，或是说不断的在夹缝中求生存。你们会保护好自己，你会去学习自己想要去充实的知识，你们去愿意去投资自己，愿意去相信自己。而且我觉得你们在沉潜的过程中，也慢慢的去明白，你只要做你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去放下外人给你的评价。所以呢，过去很可能你们在别人的言语中迷失了自己，但是当你自我充实、自我成长之后，你就会发现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看待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在心灵上已经有一次的突破，一次的明白，在这么多年、这么多岁月的经历沉潜，以及学习探索，或是有些朋友你是去旅行等等的各种方式，你对人生有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感悟，你其实不大想要去跟那些人低能量的人魔鬼做一样的事情，你也不想要在那样子一个恶意或者说负面的环境去跟他们有过多的来往。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的心理能量、精神状态其实是非常高的。然后在这几张牌中也有感觉到是有些朋友你可能会在时间年岁的这个流逝中，你感觉有什么事情是赶快要完成，比如说你觉得你想要赶快去达成你找到另外一半这个目标，或者说你希望可以赶快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我觉得你心里其实有一点着急在人生的某一个方面。好，那以上是验证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揭晓一下你们的一个惊喜的讯息。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月亮神谕卡。第一张牌是追随月亮，留意征兆。好，我们看到好大一只蓝色的蝴蝶，蓝色的蝴蝶是信使，它是告诉你好消息的一个信使。所以宇宙要告诉第二组的朋友什么呢？就是你要学习如何去看见征兆，如何去解读征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好运好消息或者说一些提示指点，它可能会以反复出现的梦字、音乐的旋律，或是数字，或是图案重复的出现在你眼前，你要去辨认出它来。甚至有一些朋友，你在听到今天这支影片之后的48个小时之内呢，你可能就会看见一些特别的征兆，比如说你看见彩虹，或者说你看见相同的数字不断的出现，或者是说你会去做一个梦境，这个梦境好像你以前也梦过，也来到那个场景，所以呢你就想要告诉你说，接收这个好运要去聆听自己的直觉哦。你看宇宙给你一个就是许诺说它会来帮助你，你可能会看到这种彩虹、双彩虹，或者是说你会看到蝴蝶，你会看到重复的这个景象等等的，你要去留心生活中的各种景象哦。好，我们第二张牌是这一张牌是月亮女神更高的力量。
这张牌非常非常的厉害哦，就是有一些朋友啊，你可能现在或者说你好长一段时间，你觉得你在一个很艰难的状态，好到这个岁末年终啊，到一年的总结结尾的时候，这个月亮的女神，她是带来更高的神奇的力量，她要告诉你说，无论你正在面临什么，它都会给你疗愈、恩典以及祝福的能量。有一些朋友，你现在可能正在面临灵魂的挑战，你正在经历很艰辛的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得到的是勇气，得到的是力量，而不是害怕、恐惧跟软弱。很多人就是他在面临挑战的时候，走到一半会放弃，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看到最后的那个美好的果实。所谓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如果你最后要去戴那个皇冠，你也要有能力去承受皇冠的一个重量。所以这组的朋友，你们绝对不是普通人，你们经历了这些挑战是为了更好的蜕变，你们会与更高的力量做连接，包含这个月亮的女神，她会去支持你，请你好好去运用这样子的力量。这个月亮女神她是充满了智慧，所以你可能在晚上的时候思路特别的清晰，就是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处理，就突然的想通了。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要明白，你们在面临的这个困境、困难状况，你不需要独自去面对，独自的处理。月亮女神更高的力量，她会跟你连结，你不用单独的去行动，你不要把所有的困难跟重担都放在自己的身上，也不要认为自己就是要独自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有更高的力量，它在等着你去寻求协助哦，它会去帮助你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张牌。哇哦，这张牌很厉害，你们的牌面其实是那一种令人充满期待，然后有一种很华丽、很兴奋的感觉。虽然是在一个年尾，但是它却是有一种重新的开端、重新的启程的一个能量哦。好，这张牌呢也带来非常好的讯息。刚刚说过嘛，可能很多朋友你们不必独自的去面对现在的问题，或者说不必一个人去跟周遭的情况奋战。为什么呢？这张牌告诉大家说，你们已经处于一个新周期的开端，就是你整体的一个生活，或者是你面临的特定的困境，那些东西已经结束了，新生活的开端，你们就像是女皇一样，然后后面有2只保护你的狮子，也就是说这一组的朋友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你正在去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它是一张非常积极、非常正向、非常令人兴奋的牌，也就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你们会感觉到体内拥有很多的勇气，你会有很多的动力去实现你想要实现的事情哦。你现在所选择的这个旅程啊，或者说你现在要做的事，背后会有2个靠山来帮助你。你看你们前面是有2只鬼，或者说2个小人，2个这个闲言碎语的这样子的这种就是恶势力，然后再让你犹豫不决该怎么办，这种小剧场很多。可是接下来会是出现了2只要保护你的神兽，2只老虎。老虎它有敏锐的听力，还有夜视力，它在夜晚也能够去捕捉猎物，所以有什么样子不好的人、小人，这2只老虎会帮助你清除哦。你们的一个疑问即将得到肯定的答案。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正在火力全开，去朝着你想要前进的方向前进。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以一种王者之姿的形态去开启这个新的开端的一个旅程，作为一个起点，你们是非常有自信，你可以去展现出你所有的勇气跟力量。你正在去呈现升级版最高版本的你自己。好，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白昼之月是爱。这一张牌呢，带来非常浪漫的讯息哦。大家看到这张牌是白昼之夜，
在白天可以看到月亮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神奇的事情，而爱呢，会以一种更神奇、更奇迹的方式降临在第二组的朋友的身边。也就是说，你生命中有一些奇迹正在酝酿，这个奇迹理所当然是跟爱情有关的。你们的爱情状况有一些正在逐渐变得明朗，或者说有一些朋友你的爱情即将到来。如果你过去单身了好长一段时间，或者是说所遇非人，你困在一个你觉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个关系中的话呢，你抽到这张牌代表说你会用一个很神奇的方式去克服棘手的障碍，你去克服一些感情中的阻碍，然后以一个很特别、很神奇的方式去经历永恒的真实的一个爱。你会从伴侣的关系人跟人的互动去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个幸福。在你伤心的时候，会有一个人来安慰你；在你孤单的时候，会有一个人来陪伴你；在你觉得很寂寞的时候、很无助的时候，会有人来温暖你。他会去接住你的情绪，跟接住你的烦恼。即使你在最落魄的时候，他也会去伸出援手来帮助你。我看见就是有这样子一份纯粹的爱，他希望你是真真切切的快乐，真真切切的活着。他希望你眼底是那个眼神是非常清澈的，而不是浑浊的。所以呢，我觉得这种经历这一种爱，有一种好像历经千帆皆不是，最后终于去找到那个互相彼此认同、彼此认可的这种真爱。也就是有了过去的经历，你才明白原来这个爱才是你所要的，原来这个相遇是这么的珍贵。所以呢，这个爱情或者说这样子爱的感觉，幸福的流动是给你的一个奇迹有些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受到某人吸引，这张牌它就是要你去传达这样子的一个感情。或者是说有一些朋友，你会被某一个人告白，你可能在某一个场合，或者说你在网络上就是被某一个人触动了，你的感受是非常真实的。未来关于爱情的美好日子即将降临，这个爱情，这份爱情会为你而诞生，特别是一个非常意想不到的这种情况发生。有些朋友可能真的是在飞机上，或者说在旅途中就这样子的莫名的被牵线，或者是说你们就是在这个网络上因缘际会就开始聊天起来这样子的神奇，这样子的奇迹，就像白昼之月一样。不要觉得不可能，不要觉得距离很遥远，不要觉得这个人他可能是跟你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不要害怕，就是这份爱真真切切的在吸引着你，它也是真实的在发生的。而且我看见这个爱，它会去提升你的生活档次跟生活层次。你们在一起之后呢，绝对是一个两个人的能量都会往上提升。你不单单是收获爱情，还收获了物质能量的一个丰盛。好，我们的下一张牌 Transformation， 我们出现的是蓝色的蝴蝶。大家看到我们出现2张蓝色蝴蝶的牌代表说你们的许愿愿望真的是即将实现。而且蓝色的蝴蝶它象征的是转变、重生跟复活，也就和我们这个新月开端2张牌的能量是完全的合一，完全的重叠。这一张牌想要告诉大家说，它是一个真正的转变，真正的转化在美洲土著的部落中，他们相信当你去对一个蝴蝶去低语，去低声告诉他你的愿望的时候呢，这只蝴蝶它展翅高飞，就会像一个信使一样把你的愿望传递到天际。所以你们所许的愿，宇宙都会听到。
同时这个蓝色我觉得也有代表一个内心的平和跟平静和谐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不急躁，你们知足，你们用你们的步伐在前进，尽管你们在这个转化的一个过程中可能会充满一些挑战，就是说你在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子的自己，知道自己今生要做什么，有什么样子的愿望，想要跟谁一起生活的时候呢，你可能必须要放下过去你对于自己的一个原有的认知，原有的想法，因为你们要去转变。那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一个蜕变，它是一个很奇妙很关键的一个经历。就像毛毛虫变成蝴蝶的过程中，中间呢要去结蛹，要经过蜕变，要经过脱皮，最后呢变成了这个形态美丽的蝴蝶，真的是令人大吃一惊。所以呢，当你们在低谷低潮的时候，要知道这都是一个过程，接下来你会去庆祝，为你的成功，为你的胜利庆祝。在你们面对挑战，在你们觉得对未来很迷茫很不确定，不知道就是要什么时候才能看见成功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可以去看一看这两只蝴蝶的一个样貌，这个就是你们最后拥有的力量，你们可以展翅高飞，你可以去期待未来即将降临的一个美好。而且刚刚说过，你们所许的愿望它会实现，有点像是之前累积很久的订单，啪一下突然全部都帮你实现了。你们可能正在经历一个改变重塑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你们会以一个全新的心态展现在众人眼前，也就是说新的，刚刚说很像女王的一个姿态哦。如果你过去一直都在按部就班，可能你会采取一些比较弹性的手段去改变现状，同时你们也有精神上的一个重生，精神上、能量上、思考上的一个重整修补，也就是说你们不管是在精神能量以及外在上都会有所改变，可能你会做一些以前不会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去丢掉一些旧有的一个包袱，而这样子的包袱或者说这样子沉重的事物啊，你是很早以前就想要去断舍离，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现在你终于松开了某一些信念或者说某一些枷锁之后，你就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这个世界的王，你可以在空中翩翩起舞，就像蝴蝶一样，这个翅膀非常优雅美丽的展开。很多人只会去赞扬美丽的蝴蝶，而去忽略了在毛毛虫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累积。没有毛毛虫也不会去变成蝴蝶，所以呢，不管你现在在经历什么样的过程，在什么样子的一个阶段，你们都要去明白这个困惑、疲惫，它都是你成长历程的一部分。这个黑暗不见天日，它只是一个过程，时间是流动的。这样子你觉得很不舒服很难过的时期，它一定会过去，它很快就会过去，而且这一切对你的成长而言它是必要的，因为你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奇迹转变的时刻。当你蜕变成功之后，你回头来看，你会感激当时就是沉潜的自己，你会满怀敬意的去欣赏当时在毛毛虫阶段的那个自己。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好运真的是在岁末年终的时候一次爆发了。下一张牌是自由。好，这一张牌呢有好几个丰富的意象要传达给大家哦。第一个就是呢，这一只燕子啊，它在天空自由的飞翔，自由的飞行，像鸟一样的自由哦。代表说，其实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会迎来一次真正的解放。你看，不管是蝴蝶，或者是说这只燕子，它们都是能够在天空中飞翔。你们会以更高的视角、更高的视野来看待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过去你可能觉得你是受压抑的，你是受压制的，你脱离不了某一个
困局中，可是现在你们已经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你们已经飞得更高了。你在1楼跟你在第100楼看到的风景完全不一样，即使是同一个人，或者说同一个房子、同一个道路，你看到的那个景象是完全不同的。那在这一张牌中啊，你们的声音或者说你们的心情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自由，非常的轻盈的。而这个燕子，大家可以看到它身后跟了其他的燕子，所以这个燕子是一个群体生活的动物。它代表说，我觉得你们很像是一个领头羊，你在某一个领域或者说某一个方面，你去说出你的一个经历，因为你曾经经历过打压、痛苦、委屈，或者说困境，你会成为某一个观念的引领者，或者说你是吹哨者，你是发声者。可能很多时候过去人们没有这样的概念，因为你的提出，因为你的发言，因为你的经历，所以呢，很多的人也去说出他们也有曾经这样子的经历，你被大家视为某一种精神的领袖，或者说某一种依靠，也许你会去提供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帮助，像是某一些咨询的一个意见，给他提供意见，因为你就是曾经第一个去突破、冲破难关，找到解决方法的一个人。你也会提醒其他的同伴要怎么样去自由的飞翔，自由的去生活，说要怎么样去找到食物。还有我看见你身后是有一个社群互相的支持的。这张牌很明显的要告诉大家，你们可以毫不犹豫的去表达自己，打破束缚，你的灵魂会自由飞翔。你接下来的选择都是为了让你更接近自由一点。你们会很快乐的去探索，去笑啊，很不拘束的去跳舞，去做各种抛开限制的事情。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除了帮助自己之外，你也帮助其他人找到他们的翅膀。也就是说，我看见你们先努力的去突破，成为去对自己好，才有能力去对其他人好。你不再需要去讨好别人，或是被某一个阶层体制的那种规矩规范常规所束缚。你可以按照你自己想要的方式自由的过生活，你不需要去接受那些跟你价值观不符的一些规则规定。你拥有很大的自由，而且你还在一个充满爱跟支持的社群中，你就像是那个大家心之所向的一个地方，你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一个力量。那这边第二个讯息就是这边有动物嘛，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啊，你生命中有一些甜蜜的灵性的伙伴，他其实就像是你生命中的这个已经出现的动物伴侣。有些朋友你可能有养宠物，或者是说你是很喜欢小动物的。其实动物啊也象征着自己内心没有尚未去被这个体制规则驯服的一部分。我觉得你们在跟动物啊或者说宠物交流的一个过程中，他们会以一些很神奇的方式，或说神奇的象征去提醒你的注意。如果你们有养宠物，可以去多多亲近你的宠物，或者是说你在大自然听见了某一个特别的叫声，或者说你看见蝴蝶在你身边飞舞，或者说也许你看到海豚，你看到鲸鱼等等的，他们这样子的互动，或者说这样子的连结，这样子的传达，其实是要去指引你一条路。它是要去告诉你，你可以去突破现有的一个感知，你可以借助这些动物灵性伙伴的力量，去体验到原先你作为人类体验不到的一个世界哦。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神谕卡哦。哇，我们抽到的是一个钥匙哦，神秘的钥匙哦。好，这张牌解开了很多的谜题，解开了很多的谜团哦。我觉得第一个讯息，你看我们前面有这个白昼之月，奇迹的爱情，我觉得会出现一个他能够真正的打开你心房的那个钥匙的人，去解开你的心锁。
他跟你在灵性上、心灵上是完全匹配，非常的有默契。好，这只手啊，他手上拿着一朵花，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会以一个很浪漫的形式出现在你眼前，然后在这个下方啊出现了一只眼睛哦，也就是说这个人啊，他选择你们的这个相遇，或者说你们的彼此互相的选择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情感的开端，但是大家都有一种心知肚明，就是了然于心，错过这个人我再也遇不到更好的人了。好，你们就是彼此心目中唯一的一个选择，那你们可能会是受到月老的一个牵线，在某一个这边有一点灰蒙蒙的感觉，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在某一个夜晚，或者说你们相遇的那个时间点，它可能是下雪的，或者是说天气是比较雾的一个状况中，你去遇到这一个人。好，在这样子的情况中，它出现在你的生命。那还有这个神奇的钥匙，它象征着你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这个领域啊，你们的灵魂会跟某一个人有强烈的同步性，可能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你们遇到的这个真爱。你跟他相遇的时候啊，解开了彼此心上的一个钥匙。你们可能会发现，在过去你们没有相遇的这段期间啊，你们两个可能共同经历了类似的事情，就是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有相同的感受，或者说曾经小时候都有过相同的一个学习经验、成长经验，或者说你们都共同喜好某一个比较小众的兴趣等等，就是你会发现你跟他是有非常多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以一个很甜美、很奇迹的方式出现在你们两个的生命之流，出现在你们两个相遇的这个旅途中。很多时候它是没有办法用逻辑或理性去解释的，所以你跟他真的是除了内心世界直接的连接之外，你们外在世界也会有非常多的贴合。就是当你们相遇之后，一切奇妙的化学变化就产生了，你们两个的领域也开始融合了，你们的时间线也开始粘在一起了。你们生命中可能会就像刚刚说过，你们要听见流星征兆，可能会出现重复的数字、重复的时间，或者是说你脑海中就会出现重复的一个海浪的画面，或者是说你重复去听到什么样子的声音，它其实是在提醒你，你看似的一个偶然，它其实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安排，或者说很长一段时间的修炼，才让这两个人，才让你跟他相遇，这个就是你们的一个命运。而这样子的一个钥匙啊，我觉得它解开了一个很神奇的故事。它解开了你一直以来的疑问，就是你之前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原来你就是为了此时此刻在这个地点，对的时间对的地点跟这个人相遇。好，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朋友这一张牌是关于一个爱情的讯息。那如果不是的话，就是有些朋友你可能是想要自愿性的单身，或者说你对于爱情现在并没有那么大的追求的话，我觉得这张牌它代表的是一个神圣的指引。这个指引告诉你说，你不会被固定在某一个位置，在生命的旅途中，它其实是充满机会。这些机会就是你可以去做不同的事情，你可以去进行各种无限的一个探索，它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一样。当你去学习之后，你就会去淬炼属于自己的一个光环。有些朋友，你们可以去建立一个直接与天使对话的一个这样子的能力，同时呢，你也会去开启生命中很多的一个潜能。所以呢，这个神秘的钥匙，我觉得它打开了你隐藏在体内的一个潜能，你可以完全的去发挥。那有一些朋友，你则是去
更敞开心胸的去接收生命给你的一些讯息跟讯号。你对于人生未来要做什么事情，你会有更加清晰的一个了解，每个选择每个行动都是基于这个清晰的了解。就是你的本质是什么，你的核心是什么，你可以去分别人生中事物的重要顺序。也许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追逐金钱，那到某一个时间点之后，你才发现健康其实很重要，它就像是你人生的地基一样，你必须要先有健康，才能够去成就其他的很多事情。所以也许你的重心或者说你的顺序会转向，这个是你们就是好像开窍一样，去打开了这个钥匙一样。所以有些朋友你可能会重新去检视你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不是只有单一方面的，而是各方各面，包含了自己身心灵的健康，你的知识眼界的提升，或者说你的职业发展，你的财务状况，你的家庭生活等等的，你们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排序呢？你可以去好像重新的去分配，重新的去了解最迫切需要改变以及提升的方面是什么。你们的梦想会去立体的实现在你的一个眼前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这张牌是熟悉的步伐，它代表着是重复出现的一个梦境，或者是说重新被找回的一个真相。也就是说，在你的人生的旅途中，走到现在，好，走到1年之尾，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些梦想，有一些渴望会不断的冲击着你的内心，就像是一首不断循环播放的歌，你没有办法去忽视这样子的声音哦。事实上，这样子的声音，这样子的渴望，它其实是提醒你去做自我的探索，提醒你说你有一些地方真的需要去改变。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会去抓住你内心最真实的渴望，去完成你未完成的事情，你也会去找出一个解决方案。即使有一些事情当下你看不见，或者说就是看不见解决方案，但你们会去寻找，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你反复的去思索，你就会找到隐藏在其中的一个讯息，或者说隐藏在其中的一个关键的密码。就是说，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内心的这个渴望会变成一股创造力，你们会看清自己真实的需要是什么，也看清这个大环境的趋势一样，就像这个海浪浪潮的趋势是一样，你会去抓住这个海象的一个高峰，也去抓住属于你人生中的机会，去选对你的一个赛道，同时你们会真真切切的去做。也就是说，它不是只停留在思想渴望的一个层面，就是说你过去可能是内心很渴望，很想要去做，但是一直都是这个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就是一直去想，没有去做。而这张牌出现，就代表说你们会真真切切的去做，去改变，去让自己接近自己更渴望的结果。你的内心的热情被点燃，你会去走出过去的阴影，去进入一个未知的，也是你真正想要去进入的领域哦。很多时候啊，困扰你的问题，工作上的一个焦虑，或者是说在很多选择选项应该要选哪一个，这样子的答案逐渐的在浮现哦。你们的内心啊，会有一个罗盘，会有一个指针，告诉你去找回自己的声音。有些时候你其实已经知道答案，你只是需要别人再推你一把，只是需要别人再去给你肯定，所以你想要去发问，你想要去知道别人的意见，其实你们内心知道最后最真实的一个答案。好，我们的下一张牌，这一张牌黄金的时刻到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正中央我们有一个太阳，太阳的出现代表阻碍被化解，你得到所有力量的支持。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得到月亮女神的更高力量的帮助，以及太阳的支持，阴跟阳的能量都在你们这边得到了合一，得到了调和哦。太阳是一个强大而且充满能量的存在哦，它是生命的源头，它也代表了深层的一个滋养，它是一个宇宙的传送门，生命的赋予者，它甚至是宇宙的一个心跳。
所以这一张牌它无疑的就是来补充你们的能量跟喜悦，你们的世界即将沐浴在金色的光芒中，所以这样子的光芒会让你流连忘返哦。这一张牌其实是邀请大家进入一个滋养的黄金时刻，不管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季节是冬天或者说夏季，请你们在早上或者是说日落的时刻去感受一下太阳光的能量，让你的身心灵跟这个自然的节奏建立更深层次的连接哦。你去感受太阳，去享受这个阳光，太阳的温暖会解开你内在紧绷的能量，这个阳光能够促进你身心的一个滋养，能够促进身体血清素的分泌，它能够去改善你的情绪，提升你的幸福感，而且会帮助你更加的专注，它能够去调整你的这个生理的一个节律哦。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这张牌绝对是一个正向的一个非常正向的征兆，所有的负能量都被转化成正能量，而且重新注入在你生命中很多的丰盛，很多的温暖。如果你过去经历了比较忧郁、动荡或者说自我封闭的一个时期哦，你们现在正在从黑暗中走出，太阳的能量会为你带来更新希望，太阳的能量会为你注入力量，你会重新的感觉到这个世界的丰盛跟美好，你会好好的去过日子，你也知道好好的过日子之后呢，你就会有好日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我看见其实你们本身啊，持续的在提升自己，还有自己的实力跟含金量都不断的在提升，你们会拥有太阳的神力的一个帮助。而这也是你们应得的，因为前面说过，你们去引领大家，你去帮助别人，你去给别人提供一些建议，就是你曾经走过的路，你们也不吝于去分享你是怎么样子去度过解决这个难题，因此你曾经付出的善意最后都会回到你的身上。江湖路远，多个朋友多条路，所以这组朋友，你们过去建立的这些善缘最后都会回报在你身上，你曾经伸出过的援手跟付出，它都会以一个很奇妙的形式回流跟回归。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神圣的洞穴哦。好，这张牌它其实代表了你已经准备好去面对你最深的自我了。走到了这一张牌，能量来到这张牌，它有一个完全被洗涤清理的一个自我反省跟灵性成长的一个归属感。就是说这组的朋友啊，我看见你们在岁末年终，在这个一年之尾啊，你们其实已经找到了回家的路。这是一个晶莹剔透、隐藏在别人视线之外的一个空间。这个洞穴是一个神圣的空间，别人看不到的空间哦。好，这个洞穴它就像地球的子宫一样，是一个灵性成长的好地方。你们可以在这里平静的休息，为重生、为蜕变做好准备。也就是说，在这里你可以放下过往，从阴影中走出，焕然一新。这是一个很强大的空间。在这样子的空间中啊，你们会去重新的洗涤身上那些过往的眼泪、灰尘，抖落那些灰尘，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避风港中，你去找回自己内心的平静。你们会有一个实体的空间跟心灵的空间，让你可以喘息、喘口气，还有你会得到帮助。这个帮助可能说过前面来自于这个月亮白昼之月的这个爱情的能量，给你一个强而有力的臂弯，给你强而有力的一个帮助。你们在心理上跟实体3D 世界的空间中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避风港，在这个避风港中，你可以很安静的去思考。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你会去顺流，也就是顺应生命的节奏，就像这两张牌水的流动一样，你们会顺流而不是逆流。在休息的时候，
你会去珍惜这样子休息沉潜的时光，因为你可以跟自己的灵魂最真实做一个最真实的接触。而且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的灵性也会有爆发性的成长，特别是当你们去接受阴影，去拥抱伤痛的时候，你们也会去将这些伤痛转化。这个转化它未来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这个是好像息息相关的，一层接着一层，一环扣着一环。前面你的学习突破帮助了一些人，你们的沉潜进化，你们受到这个神圣洞穴避风港的一个保护，自我省思，自我孵化之后呢，你们的力量会变得更大，你们会去影响更多的人，你们会向更高的智慧臣服，而且把这样子的智慧去传递出去。下一张牌我们抽到的是回归哦，所以经过了前面的这个沉潜期、反省、冷静、思考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你们是非常有智慧又非常充满能量的，因此很多的东西要回归，很多的能量要回归，很多的商业合作的机会、客户，或者是说这种缘分要回归，要回来找你做合作。以前离开你的东西会回来，会回归，可能是你丢失的一个小狗、小动物、宠物，或者说你失去的很重要的一个讯息，一个人，一个事业的伙伴，或者说一个关键，他要回来。你过去曾经被好像这两个声音，这两个这个坏人从中作梗，这个小人从中作梗，因而丢失的机会要回归回到你身边，这也是一个就算是一个审判，你得到了最后的公平，得到了最后的正义。有些朋友你可能回到了一段关系，一个地方，一个职业，或者是说你去经历了相同的事物，或者说这个情境让你想起过去类似的经验，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类似的一个步伐，有一些离开的人事物会回来，会回归重要的生命中，而且这个回归啊，它是一个更新的版本，就像你们不会踏进同一条河流2次，因为这个河水不断的流动，也就是说相同的人事物回归了，可是他们的能量已经时刻在变化，所以这一次的回归更像是你人生故事另外一层的更新，新的版本。旧人回归，可是却带着新的能量、新的感恩跟感谢，或者是说你们从一段心碎的过程去经历了这个过程中，你开始回归真正的自己，你开始有意识的去抽离，去冥想，去思考，你去回归到一个更清晰、更有把握的一个状态，你去做出一个决定，你究竟是要重新进入这一段关系，还是要重新回归自我的本心？有些朋友你可能会重新去回归一个职位、一个道路，或者说这个回归代表你回到熟悉的地方，你回家了。那有一些朋友这个能量的出现呢，可能代表着你跟某一个重要的人失联已久的朋友重新的联系上，不论是经历什么样子的回归，这次的经历会跟过往的经历不同，而且会让你从中受益，会让你从中得到能量跟得到帮助。有些朋友则是你梦想跟渴望的一个回归，以前那种小时候期盼的愿望，或者说以前曾经在日记本写下想要做的事情回归了。这个回归，这个熟悉感是你可以去信任的，你在生活中可以找到一个安全感，一个让你觉得真正归属的地方。那有一些朋友，我觉得这个回归是代表正义的回归，你得到了平反，曾经伤害你的人，他必须要做出补偿，也就是说他要得到审判，审判之后呢，你会看见他为他所做的恶事得到了这个因果报应，他得到了这种你曾经经历过的痛苦，他再一次经历，同时经历，而且会
更加困难的去度过。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曾经嘲笑你，曾经奚落你，或者说曾经有一点在说风凉话，说你不可靠，或者说你能力不好啊，说你比较草莓，或是之类的什么样子的言语。可是当他自己经历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像你能够坚持承受那么久，他可能一下子就崩了，就崩溃了。就是说就要让他去体验到你真实的那样子的经历，就是这是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回归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哇哦，这一张牌不得了了，这张牌是今天所有的牌中能量最饱满的一张牌。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真的很厉害，你们前面受到了月亮、太阳的帮助，现在我们抽到的是天界哦。天使正在邀请你进入他们的光之天界，就是天使界、天堂啦。因为天使希望以最强大的疗愈力来去指引你，来去给你安排礼物跟祝福哦。这个天使的支持啊，它有来自各种不同的一个层面，他们会将最强大的光芒照耀在你身上，为你带来最真实的改变。你不需要去明白到底改变的是什么，因为天使知道，所以你们只要去请求，去允许天使进来，并且接受这样子的帮助就可以了。你们得到的是各个天使长的帮助，这里面包含了拉斐尔的能量，它是疗愈的能量，加百列的能量，它是创意的能量，米迦勒的能量包含了保护的能量，还有乌列尔的能量，它是丰盛的能量。所以你其实可以去寻求各个守护天使的帮助跟指引，守护天使就是你的一部分，你可以去连接到最高的智慧跟光明。大家看到这一张卡片的时候，可以去闭上眼睛，去接收这一份支持，想象你自己穿越这个卡片的传送门，这边有一个门为你打开，想象自己变成光的能量，然后放下你内心的恐惧，让这个天界之光进入到你的能量场，修补你的能量场，你就会看见实实在在的转变、智慧跟疗愈在你的生命中发生。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是魔法之镜。哇哦，你们已经接收到来自天界的能量，所有的魔法集中在你的身上，你可以对这个魔镜去许愿，你拥有很强大的潜力，可以呼唤内在的魔法，你有这个巨大改变的能力，而且这个魔法不单单可以去在你生活中创造奇迹，也可以去帮助其他人。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即将要用你的力量去成就一些大事，你不要觉得你的想法观点是不可行的，或是你觉得需要去隐藏，事实上任何时刻都可能发生奇迹哦！你可能会去连接到一个令你内心非常激动的渴望。当你渴望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联合宇宙共同的创造，让你心中的渴望实现。也就是说，会有人来帮助你实现你真心所想要去实现的事情。也许你想要去成立什么样子的组织，推动什么样子的观念，或去实现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状态，你都会去适时适地的得到资源，得到帮助，而且你内心就是充满了魔法，你知道应该怎么做。有的时候渴望的这个过程不见得是需要弯弯绕绕的，你可能经历了前面那些沉潜蛰伏，或者说努力不懈的过程之后呢，你得到了这个力量，这个力量的推动就是很快速、很巨大的，你会去很快速的完成，可能你一直想要去考的这个试，通过的这个测验，或者说你想要去完成的这个项目，你想要去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很实在的去把这些东西抓在手里。所以呢，透过这个魔法的力量啊，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接下来会迎来一个很大的庆祝的时刻，会有人给你掌声，会有人去请教你到底是怎么做的，你可以去享受收获这样子的成果，你可以去看见
胜券在握，你可以去看见自己其实是有能力、有力量的。你不是受到打压，你不是需要去听从别人，而是你的概念、你的话是能够去实现的。过去你可能都在帮别人实现他的梦想，帮别人去完成他想要做的事情。接下来你是真真切切可以为自己生活去施展这个魔法，去完成自己真心想要做的事情，也可以将这个力量去扩及，帮助到你所爱的人，特别是你们所重视的人。这个能量会去照耀到你身边你觉得很重要的人，你可能一直想要去解决，或者说一直想要去帮助某一个人去解决他生命中的困境，或者是说想要去化解一些纠纷。你们有这样子的能力，你会看见，你会感谢，以及你会去欣然接受未来所迎来的这个美好的结果。我看见你用你的能量去影响、帮助、保护你生命中重要的人。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第二组朋友的能量是非常华丽、非常不得了的能量，恭喜第二组的朋友抽到这样子的牌哦。好，我是蜜雅，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年末你的大礼包，岁末年终有什么样子的好消息，有什么样子的奇迹即将要降临到第三组朋友身上呢？好，首先呢，我们来对应一下第三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状态哦。好，来看一下你们的牌。第三组的朋友首先我们第一张牌是这个缺失、缺乏的意识、缺乏的感觉。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男子，他沮丧的靠在一个混凝土做的心形上，他感觉非常的忧伤。那中间有一个观景窗，在这个窗外好像狂风暴雨。那这边有非常多金钱的一个堆叠，有很多的金币在这个窗台上，而他所处在的环境看起来外在是一个很平和、很平静的状态，可是他的心正在下着狂风暴雨。这一组的朋友有一些人你们现在正面临财务上的一个匮乏，或是金钱上的一个焦虑。这个焦虑不见得说你真的没钱，真的缺钱，而是你就是觉得还不够，还想要更多，还想要更好。或是有一些朋友你真的面临了经济上的一个重大的困难或是限制。那也有一些人，我感觉到你可能在感情或是在人际关系你觉得受限，这个失落感让你觉得很悲伤、很沮丧，而这样的匮乏感会吸引更多的匮乏，有点像是在绕一个圈圈。你好像觉得自己在孤独的面对很多的事情，因为没有人知道你真实的一个状况。你来看下面的牌，就是这两张牌都有一个感觉上你们正在将自己的外在，就是说将自己的外面维持得很好，别人看你好像觉得你没有什么样子很大的一个问题，但不知道你的心里正在下着狂风暴雨。这个女生她正在坐在围篱里面，这是一个被围住的世界，好像在安于现状。其实她的内心非常想出去，因为在远方的这个夜空其实闪露出一些烟火。这个烟火是一个讯息，是一个提示，代表说这个女生她其实很想要走。虽然她坐在围篱内看起来很舒适、很悠闲的坐在美丽的花园，但其实她内心向往着是围篱外的世界。也就是说，有些朋友你可能当下的这份工作还算稳定，还算可以，就是说还
大家也觉得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其实你内心很想要逃，很想要离开，或者是说你因为熟悉感、因为不安感、因为自我怀疑而选择停留在某一个关系、某一段关系、某一种情境或某一个地方，因为你觉得这样子的熟悉感对你而言是安全的。事实上你自己也知道，你可能在限制自己去探索生命中更多的一个快乐。在这样子的能量中，有些朋友也许你感觉到的一些匮乏是来自于别人对你的不耐烦，或是不是那么的尊重，可能是重要的人在跟你沟通上，你觉得他的口气可以更好一点，或者是说你觉得有更好的一些解决的方式，因此你们其实内心是想要去做出一些改变，或是寻找一些新的方向。也有一些人，你们真的是因为大环境的变化，比如说公司景气的变化，或者是说裁员的状况，或者说你现在的这个房屋要被收回等等的，你们去做一些改变，然后迫使你必须要重新的开始，重新的采取行动。对于这一组的朋友而言呢，我们看到这个穿着粉红色纱裙的女孩子，她正在朝着她心中梦想之地前进，代表说，其实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心中向往的是一座阳光灿烂的美丽宫殿，你们心中其实是有目标，有一些希望，有一些想法想要去达成。很多的朋友对你来说，感情是你们这一生的重点，也是你们的软肋，就是你们可能会为了你所爱的人、你的家人，还有你的这个另外一半等等的去付出很多，甚至你会愿意为他们去牺牲。对于你来说，你想要的是一段双向奔赴的感情，就是这个人他会在你身上花时间重视你，同时你也会给他时间，给他陪伴，因为你觉得互相陪伴就是一个最直接的爱。你们其实会就是在你们的人生的优先顺序上，就是你们要么就是很重视家人，要么就是你蛮重视你的感情，其实可以为了他们去放弃，或者说去改变很多的事情。也许你会觉得钱再赚就好，可是重要的人的这个感情是你不能去失去的。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内心其实有想要去前进的方向，特别是单身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正在寻找就是一份能够去回应你，能够去温暖你，能够让你觉得你就是想要不顾一切去奔赴的这一段感情。那有一些朋友，我看见你们现在可能去展开一些新的计划，比如说这个金钱的一个计划，饮食的计划，或者是说有一些新的点子，或是有些朋友你搬家搬到新的地方，或是你想要去运营一个这个新的这种兼职，新的副业，或者是你有一些新的点子加到你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上。也就是说，你们内在其实是有很大的能量在运作，然后也是想要去前进的。你们已经准备好，你们已经想要去前进了。有些朋友，你们则是对于感情，对于爱情有一些想法，你其实就是想要去寻找，你想要去守护，你想要去找到这个人，或者你想要去守护你现在已经在身边的这份感情。你们其实是有这个念头想要去做的，去实践的。好，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牌哦。这个分裂的能量啊，好，这张牌描绘了一个女生，她涉水而行，周遭漂浮着许多的拼图的碎片，而她自己也是拼图的一部分，所以这整幅拼图它其实是没有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一组的朋友，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正感觉生活有一点逆流而上，生活缺失了一个部分，就像拼图没有办法拼完整一样。
你们当下可能有太多的人事物，太多的事情要处理，至于你的能量跟注意力被分散，也许是你的工作还有你的个人生活上有很多的任务已经完全占据了你的时间，以至于你们好像是在拼命完成所有的事情，这个能量有一点支离破碎，因为有好多必须完成的待办事项。有的时候你们在寻找一个喘息的过程，就是前面的这个女生她往前进，她寻找的是心中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后面这张牌的能量又给我感觉你们其实是有太多好像就是我必须要完成的事情，以至于你留给自己的时间比较少。比如说你是一个你是一个员工，然后你也是某一个人的情人，或是某一个人的爸爸妈妈，或是你是谁谁的女儿，你在生活中有各种不同的角色，也许你们是老板，或者说你们是合伙人等等的，就是你必须要去将你的能量分散出去给很多人。那另外就是有些朋友你可能对于未来的计划你有很多的选项，就是有很多的方向可以选，而牌面上也提醒你们，其实最终选择的时候，这个能量这条道路是要能够真正的去触动你的心的，而不是要去更加的分散你的能量的，是要让你可以合一而不是分散的。好，以上就是有关第三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的部分了。好，接下来呢，如果你觉得有对应的话，我们就继续看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惊喜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亮神谕卡哦。我们第一张牌月亮入庙丰盛，第二张牌是月亮周期耐心。好，这两张牌非常的棒哦，想要跟大家说，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哦，因为在年底的时候呢，宇宙给大家一个这个信心，一个保证，丰盛可期，各式各样的美好事物会蜂拥而至，而且大家会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你看前面我们在说，你可能还有一种就是太多的选择，不知道怎么选择，接下来的情况对你来说就是如鱼得水。这一张牌上的月亮状态非常的好，它会给你带来无比的喜悦，也就是说丰盛就是跟你的频率对齐。当你冲到这一张牌的时候，其实你的频率已经慢慢在调和成一个丰盛的能量，所以这个能量它是可以来帮助你实现你所想要实现的目标，所以有非常多美好的事物，包含金钱会进入到你的生命中，或者是你跟你现在的这个伴侣爱人，你们会有非常良好的这种爱的体验，爱的感受，你会感觉到你是被爱的。那如果像前面说的，有些朋友你可能在为财务状况烦恼的话，我们出现丰盛这张牌是告诉大家，你绝对有能力去赚取你需要的金钱的。好，那如果你们现在有一段关系的话，宇宙也会去照亮这一段关系，让你去就是进入到一个丰盛之爱。所以这张牌的意义其实是有一点请大家相信未来你会迎接到这个丰盛跟美好，就是说你们不需要做太大的一个变动。月亮代表我们的情绪这一张牌有一种就是在情绪上你会觉得很轻松，很理所当然的，一切就是要被完成，一切都是要水到渠成。你们可以期待就是现在有一些未解决还不明朗的事情，他会看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令你松一口气，是令你放心的。好，我们第二张牌是月亮周期耐心这张牌其实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们接下来走的步伐一定要对自己温柔，好，用一些耐心的这种态度去对自己跟其他人，就是跟别人沟通的时候要有耐心，要去倾听对方，同时也对自己要有耐心，因为你们有很多丰盛的正能量加持。你们在工作上会得到认可，所以请大家有耐心的去等待，以及现在有伴侣的人，你们也会进入更加甜蜜的一个时期，一切会渐渐稳定下来，然后会有新的这个
升迁或者说表达的一个机会，所以请大家要有耐心哦。那对于单身的朋友，这张牌也请你去信任一个神圣的时机。就像月亮一样，我们的生命周期循环就像月亮一样，在某些时刻，你所经历的这个阶段，其实是会帮助你了解问题所在。当你想要就是往下一个阶段发展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你是没有办法去调快时间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加快月亮周期的速度，你也没有办法去加快你现在所需要经历的历程，你需要去感受的情绪，你需要去学习的所有灵魂课题。大家要有耐心去经历这些，因为这些周期、这些过程是会让你达到你最终想去的地方哦。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耐心等待并不容易，可是如果你快速的当下去抓一个东西来满足自己，它只会带来这种短暂的满足，后续可能会有很长期的伤害。就像我们在玩抢椅子游戏一样，在玩大风吹一样，你可能会在这个音乐停了，时间到的时候，很快的去抢下你身边最近的一张椅子，可是这张椅子真的适合你吗？不见得。所以你很快去抢下，很快去要到的这个结果，也不见得是好的。大家其实可以去跳脱某一个剧本，有耐心的去看待现在正在展开、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特别是那一些正在等待感情消息的朋友，有耐心清醒的去看见一切，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哦。除非遇到那个真心很爱你、真心愿意为你付出、满眼都是你的人出现之前，请不要轻易的去把自己嫁掉，或者说轻易的找一个人来结婚哦。因为嫁错人或是跟错的人结婚，其实是比不结婚更加可怕。大家要等待的是一个高品质的感情，大家要的是一个能够互相理解、能够互相包容、双向奔赴的感情嘛。大家不要这种忽略啊、忽视啊、不耐烦啊，不要那种只是过日子没有感情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所以呢，要耐心，要谨慎，对，不要把这种好像不要随便去做一个决定，很仓促的做一个决定，让你的人生带来更多的风雨。有的人进到你的人生中是给你点亮所有的灯，但是有的人成为你的另外一半，他会去把你全世界的灯都熄灭，他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风雨，很多的苦难。所以大家不要去因为就是很着急的做一个选择而满盘皆输。宇宙要告诉你，真的是你要做的就是一个有真心所愿意，然后高品质的一个选择。不要很着急的说大家现在都已经好像跟同年龄的人比，他们都已经拥有什么，拥有房子，拥有孩子，然后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你也急着想要去进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花期，每一个人开花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大家请放慢脚步，自然而然的去展开这种自然的循环周期。好，接下来再看一下界限，心醉神迷。好，我们来看一下界限这张牌，出界月亮在占星学中，当月亮的赤纬大于北纬或南纬的23度的时候呢，称为行星的出界。所以呢，月亮出界这一张牌，你们这个能量对应的是你们比你所在的领域的其他人更加的耀眼，更加的出色，就是你们的光芒是没有办法被泯灭的。你们的光芒也许可能暂时被某一些人遮盖了，但它不会永远被遮盖。你们天生就是宝石，天生就是钻石，天生就是闪闪发光。而这张牌的出现呢，象征着大家已经进入到一个人生中专注跟清晰的阶段哦。你会去做一些界限，会去画
就是画你自己保护的这个结界。前面说过，你们可能有太多的能量碎片被分散，但接下来到岁末年终，你们要进行一个统合，你们要进行一个合一。你已经成功设立了界限，并且把自己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无论你面临哪一种状况，你都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以更加轻松的状态，你生活会有更多的一个成就感哦。你如果之前一直在考虑，或者说有些新计划的选择，现在呢，你们会真正的就是下定决心去选择你所想要走的道路，并且全力以赴。也就是说，大家的能量开始集中，并且你所付出的东西，你会看到回报。你将所有的这些拼图的碎片的能量，你统合起来，你就会看到完整拼图的一个样貌。有些朋友，你则是你跟过去划清界限，也许过去你有一段耿耿于怀的感情，有一个令你很伤痛的一个事件，你们很久都没有办法去放下，或者说很久都没有办法去原谅。那接下来我觉得宇宙要给你的是一个保护，它要帮助你去痊愈。因为对于第三组的朋友来说，其实你们对于感情世界，一开始就有说，你们对于感情世界其实是有很深的一个追寻，对于你所爱的人、重要人的连结，对你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你会为他们去做一些勇敢的决定，或者你会为了重要的朋友去帮忙他们，去奉献自己。可是这样子的说，你这样子的付出，可能过去让你觉得伤痕累累，而这个界限它是为了要保护自己，保护你们自己的勇敢，保护你们自己的勇气。因为爱一个人，他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相信一个人也是需要勇气的。他要保护你，让你把这份爱、这份感情去留给一个真的值得的人。因为你们过去可能为了一段关系、一个感情，或是某一个人，你去背负了很多的责任，或者说很多的承担，很多的金钱，很多的你需要为了，就是很多的忍气吞声，就是很多为了要去维护这段感情所做的事情。我看见你们的感情世界，你们的这种情感世界其实是很精彩，也很丰富的。不管这是一段有结果的爱，还是没有结果的爱，或者说你跟某一个这种好闺蜜，或者说一群朋友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付出是，或者说这个交汇是很淋漓尽致的。至少对于你这边，你是你是毫无问心无愧的。而接下来这个界限，它其实是要保护你，保护你的利益。同时有一些朋友在这样子的划界限的过程中宇宙要帮你进行疗愈，就是你可以真正的去做一个和解，真正的放下，真正的去跨过那个坎，过去的事情不再会影响你。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它是心醉神迷的一个月光哦。这一张牌的月光、月亮它有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神奇的魅力，就是月光所触及的一切都会变成如奶油般柔美的一个银白色的能量。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你们的人生的状态正在转变成这一种美好的状态，你即将进入到这一种状态，这种周期。无论你的愿望是什么，你都可以去实现。过去可能经历了一些艰难的时期，你过去可能困在一个就是围栏篱笆里面，可是接下来你会感受到生命之中的神奇之处。你们也可以透过有意识的净化呼吸来排毒，排出一些能量。大家要相信，在隧道尽头等着你的其实是阳光。过去所有的眼泪都会停止，所有的伤痛都遗留在过去。那一种觉得生命很无趣，然后觉得好像不知道未来的方向，或者说假装一切都很好的那样子的能量已经停止了。接下来迎接大家的是这种心醉神迷、快乐的一个时光。你是开心的，每一天是嘴角上扬的。大家
迎来的是成功，大家迎来的是欢欣喜悦。你相信生命，也相信未来有更多的笑容，甚至有一种好到不像是真的。事实上，这个就是真的，这个就是你们要去显化的现实。你相信奇迹，生命就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奇迹。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张牌是 Solitude， 这个孤独，独自一个人的感觉哦。这张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其实接下来会有一个会进入到一个状态，就是你其实会只是想要跟少数的人来往，就是你想要跟一些你所爱的人来往，你重视的人来往，你不想要太多纷乱的人际关系，或者说你不想要在一个这种社交场合中去演戏、去摆笑脸等等的。对于你来说，甚至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有一些社恐，就是自己一个人其实更加的舒服，更加的自在。你享受这样子神圣的岛屿，岛屿是被水环绕的土地，或者是它是被海洋所包围的。这个岛屿可能很大，也可能是很小，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岛屿。对于各种岛屿来说，它们的共通点就是孤立性。对，岛屿它有一种神秘的意象，通常是被认为神灵的一个栖息地。那这一张牌其实告诉大家说，你真的可以去信任你自己的智慧，而不是依赖一个群体的智慧或是见解。你花一些时间去独处，也许去看一些书，或者是你去连接一些古老的智慧，但是最终呢，你会产生自己的一个见解，就是你会去听别人说的，或者说你去看一些经典的智慧，但是要怎么融入到你的生活中，怎么应用到现实，其实是属于你的一个独特的见解。因为每一个人看着同样一本古老的这个经典，或是每个人看同样的文字，他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对于你来说呢，你得出的这个结论是根据你过去的经验以及自己的想法所综合出来的。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想法，或者说这样子的建议，这样子的指引是最适合你自己的。所以你其实可以去靠自己的智慧，而不需要过度的去听从或依赖他人。我看到接下来大家会去脱离群体，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你会看见你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式前进，你的创造力正在处于巅峰，你可以让它自由的流动。比如说有些朋友，你可能是创作者，你可能是需要去做一些这种研究计划，做一些表达，或者是说你需要去完成什么样子的报告。我看见你们的创作力正处于一个很高峰的时期哦，你可以让它自由的去茁壮。还有有些朋友，你会从一些这种琐事中脱身，甚至这个孤独，或者说这样子的状态是你期待的。在这个孤独中，在这样子神圣岛屿的能量中，它就像是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它会为你孕育很多新的点子、新的想法，也是一个自我蜕变的一个机会。好，你可以你可以更勇敢的去正视生命中的一些问题，就像岛屿中有一些杂草，你可能要亲手去把它摘除，但是大家并不害怕，因为我看见你们会稳定的一步一步去清除生命中的一个障碍，你们会一步一步的将自己解救出来，脱离泥淖，你不需要其他人的协助，其他人的一个帮助。我看见大家很有智慧的去走出一个困局，或者说走出一个你不想要待的环境，大家绝对是有能量的，有智慧的去做出一个对自己更好的选择，而不是意气用事。好，我们的下一张牌 Wonders， 奇迹来临了。我们这张牌出现的是石英水晶哦，天然的岩石水晶。好，这种石英水晶在古代其实是备受推崇的。埃及人相信水晶有神秘的治愈能力，希腊人和罗马人则认为水晶它是由神灵凝固的一个冰，所以水晶是拥有神秘的力量的。
水晶能够帮助大家的愿望实现。这个水晶它是怎么来的呢？并不是你去找它，而是他们来找到你。所以宇宙要给你传递的神圣的讯息就是，其实就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令你惊喜的好消息正在等着你。这个惊喜，这个奇迹一开始并不明显，但是它会越来越有存在感。就是一开始它不明显，但是它会越来越明显。也许是你一直在等待的一个好消息，转职的机会，或是有一些朋友你一直在等待有关于健康上的一个好消息，你希望你的健康可以恢复到一个平稳的状态，让你去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让你去整个这个身体会比较舒服。好，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这个奇迹来自于某一个结被解开，就是你在选择中烦恼，比如说这个选择不单单只是影响到你，可能影响到你的家人，你应该要怎么选择？你可能正在为此事烦恼，你觉得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而接下来这个奇迹的发生，就是藉由外部的力量想要告诉你说，好，有一些纷争，家庭的纷争，或者是说你跟某一个人的误会，奇迹式的被解开了，或是你本来觉得你好像只有这几个选项，你好像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都满意的一个结果。接下来这个奇迹发生，就是你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告诉你，其实有其他的选项，其他的方向，其他的路，只要你相信，一切就都有可能，不见得是你目前看到的这一些，甚至你认为不能够撼动、不能够改变的事情，它都会被改变。别人也许收不到这样子的奇迹，可是对于你而言，你绝对可以去收获这样子的特别的一个可能性。而且这个水晶它是自己来找你的。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下一张牌是道歉。有一些人，你们可能会收到一个真诚的道歉，因为有人对你是有罪恶感，他想要坦白，他想要获得你的一个原谅。这个道歉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比较正式的道歉，它是一个真的感到内疚的道歉。有些朋友可能是公司或者什么样子的机关，他给你一个正式的一个道歉，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更正。有些人则是朋友，他就是想方设法取得你的原谅，或是你的一个被人家误会的事情解开了。你们会收到这样子的一个好像谁曾经对你有愧，即使你都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他会跟你去做坦白，跟你去想要和解，因为他发现他还是重视这样子的关系的。而我觉得这个道歉某方面而言，也会让你疗愈的过程更进一步。好，大家会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非常感到骄傲。我觉得你们其实是有专业性的，有自信的。你看你的，就是你们在这个领域中，就是你在你某一个领域中，其实是可以当王的，是可以当这个别人需要来咨询你的，就是你是前辈的感觉。你其实是有很多的独特的这个专业性，而且这个专业性我觉得不是努力而来的，而是你本身对这件事情就是特别的上手。别人可能要学习很久，你一学就上手了。我看见你们的自我价值感、自尊都大幅的提升，对自己非常的有自信。好，下一张牌哦，不挠。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去继续坚持你们现在手边就是已经在进行的，比较像是运动、律动，或是说你对身体的一个调理，你会想要继续维持这样子对你好的一个事情。有些朋友可能是你会持续的跑马拉松，持续的游泳，持续的去学习瑜伽，或是持续的去关照自己的身体哦。我们会持续之前好的习惯，而且它真的会，因为你做这件事情真的会看见实质上这个身体给你的回馈跟改变，你觉得
更有精神了，或是做起事来更不费力，或者说你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就是更加的苗条，更加的欣赏自己。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internal love， 永恒不变的一个爱情。好，这一组的朋友啊，如果你们现在已经在一段就是稳定的或者令你满意的伴侣关系中的话，我觉得这段关系它会持续，会越来越甜蜜，会转换成一个永恒永远的这种长期的一个关系。而有些朋友，你们寻找的这个 internal love， 这个永恒的爱，它其实也会去显现，它会有征兆，它会出现。也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期盼，这样子的一个期待，它不是一个梦想，不是一个幻梦而已，它是真真切切可以被实现的。好，下一张牌呢，这边有这个意外之财啦，有中奖啊，中彩票啊，意外的奖金的一个这个讯息，就恭喜大家在金钱上可能你会有一些额外的没有想到的金钱，可以供你运用，也许是投资上没有想到就获利了，或是说你的家人啊，就是突然的意外的给你一笔钱等等的，让你这个经济上是有多的这一笔钱，而且奖赏可能还不少，让你可以去运用自由的规划。我们再来看到下面的牌哦，我们这张牌是探访，好，有这个你最亲爱的一个人，慈爱的指引者、守护者等等的。这张牌其实是代表你们是被你们的灵魂家族所祝福的。这边有一道光之密码，还有带来神圣讯息的一个瀑布，它旋转着灌注到这种螺旋的星系中，穿越时空抵达到你的心中，所以你们会有一种智慧大开，就很像被木鱼敲到一样，脑洞大开的感觉。因为古老的智慧思想超越时空，瞬间传递到你的身上。我觉得有一些可能在你生命中已经离开了很重要的守护者、已逝的一些亲人，或是你的祖先等等，他可能会在梦境或是在某一些征兆中跟你沟通，他们想要去就是给你带来温暖跟一些提点。这个讯息它是一个完整的祝福，提醒大家正深深被你们灵魂家族、你的祖先、你的指引者，他们正在以完整的这种灵性的方式来保护你，所以大家可以敞开心扉去接收这一份温柔的恩典，让你的能量跟灵魂家族做连结。这一组的朋友，其实我们刚刚有说过，你们其实对于感情世界，对于你所爱的人或是你的重要家人，对你来说，你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也是想要去保护守护。这个是一个你不容侵犯、不容外人来欺负你所爱的人。你们有这样子的特性，同样的，你的这个灵魂家族，他们也是要保护你，他们也不希望你受到欺负。你的灵魂家族一直都跟你同在，当你需要鼓励或支持的时候，你就随时传唤他们。你可以透过跟他们的连结去看见他们给你生命的一些祝福。也就是说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心中会充满感恩，因为你会连接到灵魂家族、你的指引者、你的守护天使给你的一个爱。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绿色的疗愈魔法森林，这边有非常多的这个灵性的密码要被启动了。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不要担心，你现在觉得很有压力的事情都将消融。魔法森林它是一个连接地球跟灵性领域的门户，它是一个充满野性、各种植物自由的生长，而且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哦。在这个森林的能量中，它有真正的转化的力量。这些青翠的植物啊、绿树啊，还有美丽的花朵，它们散发的负离子，这个是大自然强大的恩赐，能够抚慰大家的神经系统，帮助大家调节血压，增进免疫系统，还可以提升大家的专注力。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其实
真的是可以多多跟大自然去亲近绿色的植物，然后享受芬多精。其实你们是非常有灵性的一群，只是过去你们就是有太多羁绊，因为你们生命中有想要守护的重要的，刚刚说过，就是感情是你们心目中的感情是你人生中的一个软肋嘛。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很多人就是进入城市是因为放不下这一些你的家人啊，或是某一个重要的人，你的好闺蜜等等的，就是放不下这样子的感情羁绊。但其实你们内心也有渴望，是灵性的一个向往。绿色啊，是心轮的颜色，是身体的中心，承载着我们的灵性的脉动。所以这一张牌它其实跟地球母亲紧密的相连哦，回归自然，回归森林。我看见你们更加有意识的生活着，有些朋友可能会去更加重视生命中的一些环保或者说自然，去用一些比较天然的这种产品，吃一些天然的食物，拒绝这些化学合成的一个东西哦。这张牌卡有强大的一个疗愈的能力。我看见很多让你们纠结的事情，它正在慢慢的解开，慢慢的被打开。在这个绿色的神圣森林中，大家是被倾听，是被包容，是被调频的。你的心灵可以完全的舒展开来，来自大自然的盟友也在支持你去经历，帮助你去经历这一些人世间的悲欢离合。那同时啊，大家也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你投入的种子，它最终也会长成参天大树，可以去滋养或者说保护你身边的人。有时候你种下这颗种子，不仅是滋养你，还可以滋养你身边的人以及你们的后代等等的。所以大家要相信你们其实在灵性上是可以跟大自然建立更深层次的连接，而且此刻这张牌也提醒大家，你们确实需要一些自然界的绿色的疗愈。你们要在这样子就是很真实，没有太多人工的空间去感受、去体验、去吸入光，去吐出阴影，在每个吸吐之间都充满了意义。好，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张牌哦。古老智慧的泉源，来自灵魂的真相，还有深层的一个共鸣，更高的一个自我。好，这一张牌其实是在揭露一个真相，大家是愿景的引导者，大家是古老智慧的灵感之源这一张牌的出现啊，这个女神啊，它其实就是你的一部分，你就是一个古老的，就是你可以跟古老的智慧连接，它是一个很神圣的象征。我觉得你们就像前面说的，你们好像被唤醒了一样。你们被唤醒之后呢，你就会连接到祖先的智慧或是前世的宝藏，你会去更加探索灵魂层面的滋养。而且呢，你会成为一个温柔的指引者，你会去用一种共鸣的方式来去滋养你身边的人，就是你所做的事情是能够去同理，能够去共情共感，而不是好像说一些高大上的哲理、虚无缥缈的话，而是你很柔和的，就是你不用特别的去思索，但是你的这个话语，或者说你的这个文字，你的这个音乐等等的，就自然而然的产生，能够去安慰其他人，以这种各种符号啊、文字，或者说其他感官的方式呈现。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其实本身是有梦幻的天赋的，而且你们注定要走向伟大，注定要让人家看见。你们要对自己的创作作品，或者说你的项目，你的这个就是你自己创立的这个事业感信心。宇宙希望你感信心，宇宙希望你完全的投入，并且自由的展现自己。
好，很多时候你是跟古老智慧做连结的，你的心灵受到了古老智慧的滋养，同时你也在内心绽放许多新的想法，你的内心正在被很多新的点子所吸引。这一组的朋友，我看到你们真的是一个长期而稳定的力量哦。有些人他们的这种灵感，或者说他们的这种爆发时期是短暂的，或者说他的赚钱时期是一下子赚很多，可是下一个景气循环来临的时候，他很可能就出局了，他就毕业了。可是对于你来说呢，以金钱的能量来讲，我觉得你是能够赚的长长久久，你是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存活下来的，而不是一时赚的盆满钵满，然后到下一个周期又亏了回去。这组的朋友，你们赢得的是一个长期而稳定的智慧。好，我们的下一张牌 Ascend 上升提升哦。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牌非常的具象化，有一个阶梯正在你眼前出现，给你一个机会向上迈进，离开你所在的地方，进入一个全新的层次。所以呢，年底之前会有戏剧化的情节产生，大家不一定要就是把自己困在现在这个局面，你可以跳脱出原本的故事，以更高的角度去看待它，你会获得一个全新的理解，对于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你有一个全新的理解，而且这个阶梯会帮助你突破重围，大家可以各方面都会更上一阶，比如说外貌更上一阶，感情更上一阶，更加的甜蜜，或者说魅力值更上一阶，财富更上一阶，职位更上一阶，升职加薪的机会啦，还有你在拓展的这个粉丝群，你的这个级别更上一阶，可能从小卖家变成大卖家等等的，我看见很多的机会来临，而且它是一条已经为你开成的路。你如果现在有焦虑，或者说你内心脑海中有一些就是害怕，你自己的自我怀疑，或者说一些你自己的对话会削弱自我力量的一些对话的话，宇宙想要跟你说，停止这些声音，停止喋喋不休，停止自我否定，你才会带来心灵的自由。你要去认同眼前这个广阔智慧的一个存在，这个智慧的存在才是真正的你，它也是所有的答案跟解决方案所在之地。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用制造问题的脑袋去解决问题是行不通的，就是我们不能用昨日的思维来解决今天的问题。不要努力去做一个成功的人，而是要努力成为有价值的人。这一组的朋友，对于你来说，你的价值可能就是体现在你跟周遭的人的这个关系的连接，以及你能够去在生命中感受到爱，感受到被爱，你就会觉得你有存在感，你有价值，以及你透过与家人的连结，你觉得这个就是你的价值。所以眼前遇到的某些问题啊，你不用去跟他争辩或是对抗，你是可以去超越这些问题。你其实拥有比这些问题还要强大的内在，你可以去建立自己的准则。有的时候大家其实可以放下当时对于某一个解决方案的期待，而是你要想象未来的你自己其实是在高空中俯瞰，或者是说未来的你自己其实是更有智慧，能够去解决现在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对以后的你来说，它其实不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请放松对现在的一个执着，包含执着你要去控制在牵涉其中的所有人，大家不会被过去的故事缠住。事实上，你们的观点正在提升，你的能量正在提升，你的生活正在升级，旧的生活方式已经跟他告别了。我看见你们的智慧被打开，你好像突然灵机一动，发现了什么。这些种种的提升都会让你的生活会获得更大的真正的自由。有些朋友，你真的是可以成为制定准则的人，你可以成为某一个领域中的典范，你可以真正进入你想要进入的那一个世界。它是受到礼遇，是受到尊崇的，是能够有这种很顺畅的 VIP 的一个通行的，你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当你到了更高的地方破圈之后，你会看见你所接触到的人还有能量
金钱能量，还有这种物质能量、精神能量，都是跟你以前所在的地方是完全不同的等级跟级别的。再来看最后一张牌，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是38号牌啊，奥林帕斯哦。奥林帕斯在希腊神话中呢，奥林帕斯山是众神居住的地方，而现在大家正在站在这个神圣结界、神圣境界的一个路口。其实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的故事就像一部史诗一样，你们就是英雄，借助神圣的力量会带来巨大的胜利跟成功。你们在你的人生中选择了某一些挑战，或者说经历了某一些挑战，它是为了来帮助你促进灵魂的成长。但是你在经历这些挑战的时候，你并不孤单，因为在高处有你的朋友跟盟友可以协助你。其实你们的牌面前面也有提过，不断的在重复，就是你的灵魂家族、守护天使、古老的智慧跟引路人。现在又出现这个奥林帕斯山的众神，他们在帮助你，这个神圣的力量、无限的力量是在帮助你的。在这个有限的世界中，有无限的力量来帮助你，所以你们这股力量可以以各种形式去展开，可能是男性的力量、女性的力量、和平的力量，或是战神的力量。你们可以以因为每个人的状态不同，你们会以不同的形式跟神圣力量从不同的面向做连结哦。我觉得如果你抽到这样子的牌，你可能已经在某一个方面跟某一个就是你信任的宗教，或者说你相信的这个信念、相信的这个神灵哦，你们已经从跟他的祈祷中有所获益，或者说从跟这个神灵的合作中有所了解。你其实可以凭你的直觉去感应，到底是跟你相关联的，就是说指引你的引路人究竟是谁。还有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的无限就是连接你的这个无限的智慧，他其实很希望帮助你，所以你向他请求，你必然会得到回应。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在知识学习这方面会非常的饱满，非常的充实，而且很多朋友你可能会去回到学校去学一些比较正统，甚至这个技能、这个技术、这个知识，它是经过千锤百炼，它是很有传统的。你们会跟这种传统、有故事、有历史的知识、技能，或者说信念做连结，或是它是一个很有方法、很有体系的怎样子的运动，或者是一个能够去帮助你生活，或者说能够帮助你调理的这种医药的一个智慧等等的，你会跟它去做连接。而你们接下来要连接的这个世界，或者说你打开的这个世界，它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并不是说你拥有1块钱，别人就少1块钱。你接下来要成就的是一个正和世界，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共好，你好，其他人也可以好。这一组的朋友，宇宙给你们很大的期待跟祝福。你们拥有财富是因为你们创造了更多财富，你们拥有爱是因为你们给出了更多的爱。这一组的朋友，不要为你的这个获得或者说你的得到有罪恶感，这是你应得的。这些美好的事物，这个美丽的阶梯，往上升的阶梯，以及你即将看到不一样、更高层级、更高级别的这个世界，这些东西都是你应得的。因为你背后正有着奥林匹克山的众神跟你做连结，你甚至就是这些智慧、这些知识的一个传递者。同时，当你拥有了更多的金钱，或者说更多的物质之后啊，宇宙也要提醒你们，其实该花的就要花，因为在不同的时间呢，这种钱的流动、钱的花费，它会带来不一样的效果。也许当你更年长之后呢，你能够享受的东西会比较少，或者说有一些时候呢，钱对你的效用已经不是这么大了，所以这个钱呢，要让它发挥得当，能用就用，能花就花，能提升就提升。
这一组的朋友让钱是一个流动的能量，流出去的钱会再回到你身上，而且你拥有创造财富的一个能力。我觉得你们创造这个财富是可以去保护你所爱的人，也可以去满足你身边重要想要守护的人，这个是宇宙给你们的讯息。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米娅，感谢你今天的聆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